你敢向眼前这个男人开局获得1亿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手。这就嘎了，这神武商不过如此。爹，宿主复活，获得之力加持。还以为这神武商有多厉害，本座出手还不是灰飞烟灭。爹，宿主复活，获得上古魔主之血冠体。如果被嘎有次数限制，我希望是1亿次。挠痒呢？打累了没？然而，当他拿起战场时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在哥的眼皮底下，居然还能发生这种事，真是的，还没完没了了。难道哥现在在某个试炼秘境内？他有点不满，因为这里的妖兽不到状态，对他这种无利不起，这样白白出手太亏了。系统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你给老子家的试炼吗？不是，奇了怪，这难道是通关 BOSS？ 打死 BOSS 总该掉点东西吧？小子，抱歉妹子，哥看错了，还以为是试炼怪。你杀了小子，你这贼人竟然杀了我的小子！系统，复活他！宿主亲手击杀的目标无法复活。没话说了吧，你这个凶手！有话好好说，妹子，不要开口喊打喊杀的。其实我还有些问题想问你呢，比如这是什么地方？倒是忘了，你根本不是我派中人，闯进我派斩妖塔，一头不滚。就算没杀死小子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给我！斩妖塔是什么？应该嘎了。你就这点实力吗？你都让你有话好好说了，你说你这是何苦呢？是我有眼无珠，前辈饶命！卧槽，妹子你变脸也太快了吧！你的仇不报了。我和前辈本就无冤无仇，只是一场误会，希望前辈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可是你站着理啊！杀死你的仙兽确实是我不对。前辈说笑了，区一头仙兽，前辈杀他是他的造化。现在知道错了。我错了，求前辈宽恕。宽恕就算了吧，既然错了就要惩罚，你说呢？前辈你这什么情况啊？他自动被传送出这斩妖塔了。我刚都在第7层集齐了9块斩妖符，差点就上到第8层了。那确实可惜，我也以为张师兄你这次能一举成为内门弟子呢。谁说不是呢？我最后击杀完一头妖兽，还没来得及修整恢复，哪知附近还有一头试炼妖兽，真是气死人。你们说这次谁能取得头名？那还用问，肯定是冷化寒师兄，他可是真传弟子第1位，还是大长老的亲传弟子。那可不一定，别忘了古青玉师姐，她还是掌门唯一的亲传弟子呢。对，古青玉师姐入门才30万年，就已经是2品金仙了。这等资质着实罕见啊！这次的考核，头名就是他们2人之间的争夺了。那是自然。不知道他们能到哪一层呢？能到第11层就是真传弟子级别了。冷师兄和古师姐手段众多，应该至少能到12层。12层，太小看我徒弟了。古师姐，什么？古师姐这就出来了？怎么可能？这才第8层啊！第8层的试炼怪，古师姐能随便秒吧？而且古师姐的坐骑呢？谁干的？莫非是那冷化寒？你敢向眼前这个男人开局获得1亿奖励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手。请掌门明鉴，化寒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，那孩子我很了解，绝不是会做出这等事情之人。如果真是他，我绝不轻饶。不是他，那个人不是本门弟子，一定是其他宗门派来的贼人。
什么？其他宗门没有本门弟子的气息，根本进不了咱妖塔啊！他怎么混进去的？这人是何等实力？至少7品金仙吧。什么7品金仙？里面的弟子最强的也只有冷化寒的3品金仙啊！这可如何是好？若是此人在内大肆屠杀我派真传弟子，岂非酿成惨祸？停止考核，关闭斩妖塔。我没被杀，怎么被淘汰？对呀，我正在战斗呢，怎么回事？完了，我正要上第8层呢。师傅，发生了什么？有外敌混进了塔内。外敌？斩妖塔内怎会有外敌进入？我亦不知，不过古青玉遇到了那人，还被制住了。现在斩妖塔都关了，咋那人还没现身？对呀，斩妖塔一关，里面的人就会被排斥出来。难道那个人会隐身不成？隐身，就算是隐身，在离远镜下也藏不住了。那他在哪？难道古师姐看错了？其实没有外敌，应该不至于吧？古师妹，你确定当时没看错？冷师兄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怀疑我说谎？我并无此意，只是对你的实力有所怀疑。也许你在塔内走火入魔，仙魂紊乱，产生了幻觉也不一定。冷化寒，你要和我比一比吗？求之不得。既然斩妖塔没分出高下，那便直接打一场好了。都给我闭嘴！你们两个想要比试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里面还有人，那个人还没出来。怎么会这样？他都关了，他怎么还能留在里面？快看，排行榜变化了，有人闯进第10层了。他都关了，排行榜怎么还会变化？真的，名字显示的是古青玉师姐。不过紧接着，众人就明白了问题：古青玉的玉符被人抢了，所以现在其实是抢了玉符的那个。那贼子想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闯关？难不成他还指望闯个好名次，成为我派真传弟子？那是不可能的，就凭他对古师姐所做的事情，就不可饶恕。看来只能打他通关了。真是劳碌命啊！恭喜宿主得到30356点震惊值，已自动兑换为3点功德。这附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人毛都没一根，谁被哥的魅力远程震惊了？恭喜宿主得到20154点震惊值，已自动兑换为2点功德。哎，对于逼王来说，震惊别人就是这么惬意。哥都还没现身，就已经是这样的效果了。要是闪亮登场，那还了得啊！这个人好厉害呀！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他能击败古世界，闯到12层很正常啊，有什么好奇怪的？你不懂，看看这闯关的速度吧。又有变化了，真的又变了。他到13层了。我派历史上能到这一层的真传弟子可是寥寥无几啊！一旦是眼前这个男人开局获得1亿体力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手。接上集，神武商机妖塔13层，引得众人连连惊叹。装逼如风，常伴无身，震惊全场，理所当然。
看到哥依旧轻松愉快的分，系统你服了没？13层已经是9品金仙层次的试炼妖兽了，此人就要出来了。所有外门弟子再往后退一退，以免被战斗波动所伤。无法，区区一个金仙，我们还是能轻松制住的。师尊，徒儿建议将他活捉，严刑拷问。你说的没错，待会尽量先制住死人，废了修为搜魂。上！杀了他！抓住这个贼子！本来都不想动手。停手！掌门，师傅，发生了什么？都给我住手！谁下令让你们动手的？你们搞什么？啊，没下令就出手，谁给你们的胆子？都疯了吗？掌门，这怎么回事？师傅，你为什么要救这个贼子啊？什么贼子？你这傻叉还不快向这位前辈赔罪？您可是神武老祖？没错。又杀我又救我，完全不给我出手的机会，闹啥呢？演戏吗？晚辈神武宗掌门元真参见祖师爷。卧槽，什么情况？对，恭喜宿主得到25750154点震惊值，已自动兑换为2575点功德。你们刚刚说你们是神武宗的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老祖有所不知，当时2、3代祖师全都飞升到了上仙界，正是他们打下了神武宗的1年基业。我们这些后辈给他们丢脸了。等等，你们刚刚说过了多久？1年。我们神武宗创派至今已经10265万年了。卧槽，不是吧？我就睡了一觉，这么一会就过了1亿年，能不能再荒唐一点？那你们是怎么认出我来的？祖师爷请看。还凑合吧，勉强有我几分神韵。为什么老子的玉像要隐藏着？见不得人吗？祖师爷有所不知，这也是初代掌门和长老们的意思。是呀，当时情势不同。1亿多年前，祖师爷您斩杀9焰仙帝，覆灭另外9大仙种，引发了上中下3大仙界巨震。当时上仙界下来了数十位仙帝，到处寻找祖师爷您的行踪。若是那时得知神武宗是您的衣钵，那全派上下就无法保全了。那现在怎么去上仙界呢？有2个途径，一是提升至仙王层次，可直接穿越上仙界壁障。本门2、3、4代祖师都是通过这途径飞升上去的。你是说，当年我所有的弟子，包括4代弟子，也全都成了仙王？哦，系统，你可真是坑死哥了！这次重启让哥睡了1亿年，至今依旧还是1品金仙。将来再见到那些弟子，一眼被扫除修为境界，岂不是会很没面子？是啊，那3代祖师每一位都是资历超群，成就仙王对他们来说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他们的资质当然超群绝伦了，都是哥一把屎一把尿提升起来的好吗？第一任掌门率领大家东征西讨，经济1000万年间，便将前蓝天域内大大小小数百仙宗门派尽皆打服。那是我飞仙门最风光的时期，威名远不各大天域。这些盛世居然没我这个帝王参与，实在是太不完美了。只可惜，随着4代祖师们也纷纷去到上仙界，后继无人，我派渐渐没落了下去。
我们如今在前蓝天域已经只能勉强排进前100了，在整个中仙界更是不起眼。你敢向眼前这个男人开局或者以一敌一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手。上仙界的人不是可以随时下来吗？有他们在上面罩着你们，怎么会没落？最初那几千万年，祖师们确实时常会下来关照提醒我们，但后来次数越来越少了。尤其最近1000万年，也不知道上仙界发生了什么，祖师们再也没下来过。除了升到仙王，另一个去上仙界的办法是什么？另一个就是得到上仙界的仙元令了。每隔10万年，上仙界都会散落下来一些数量不等的仙元令。只有此令者，在下一个10万年到来时，可飞升到上仙界。真是麻烦啊！这些上仙界的仙帝们还真是把自己当人上人了。那么，这些仙元令上哪里才能搞得到呢？仙元令并不难得到，前蓝天域的天书阁就有卖。啥？这玩意还有的卖？什么价格啊？10万上品仙晶。这么便宜？这种价格，仙元令应该早就被抢购一空了吧？还有这天书阁是什么来头？怎么连这种东西都有得卖，而且价格还定得这么亲民？天书阁太古时期就已经存在于仙界，如今的总部位于上仙界，背后有数位仙帝的影子，而在中仙界也有11位仙王坐镇。他们只做生意，并不插手任何恩怨，也没人敢招惹他们。至于那仙元令，是有人卖给他们的。卖给他们？这又是什么情况？祖师爷久未出关，有所不知，这其中是有隐情的。仙元令并非得到了就一劳永逸，必须要在10万年之期截止的那天之后才作数。如果一个人幸运地得到了一枚仙元令，那之后的数万年间，他将永无宁日。所以，真正的争夺，其实是在最后一个10年。没错，所以在此之前，有的人会将仙元令以1万上品仙晶的低价卖给天书阁。这个天书阁还真是会做生意。祖师爷，您打算买那仙元令吗？距离下一个截止日还有多久？还有131年。这么久啊？您闭关都上1年了，还在虎区区131年吗？那就买呗，还能怎样？要不要把那黑店天书阁给洗净一遍？这样1毛钱都不用掏。算了，那样太不文明了。哥可是个讲道理的人。最主要自己拍拍屁股可以走人，将来神武宗这帮徒子徒孙，将来怕是会被报复。那祖师爷可否多买点？别人不敢买太多仙元令，毕竟买了也保不住。但老祖他不同啊，他老人家往那一站，中仙界有谁能从他手里抢食？免了，老祖我可没那么多仙晶。祖师爷误会了，宗门宝库内还有一些积蓄，这笔仙晶当然是我们自己掏。这样吗？那可以啊。祖师爷，您那枚仙元令也将由宗门购买。哈哈哈，你们很不错。为祖师爷尽一份孝心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这俩老头说话还是很动听的。上道啊！你们打算买多少仙元令？那要看祖师爷的意思了。我的意思嘛，那要看你们有多少仙晶了。祖师爷可否给我们几天准备仙晶的时间？可以啊。你们都听好了，面对老祖，要比对你们的师傅和爹娘更加尊敬。谁敢对他老人家不敬，立即逐出宗门，任何人都不例外。凭什么？凭这是最新的门规。掌门，那位老祖究竟何许人也？不可言。景玉这孩子都是被你伤透心了，是不是太过了点？本掌门和大长老可曾发过疯？不曾。那就行了，你们只要知道这样做对宗门有好处即可。还有，你们作为长老，每人也都贡献出30万上品仙晶出来。这是老夫全部的仙晶收藏了，大约273万上品仙晶。你敢向眼前这个男人开局或者以一敌一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手。
掌门、大长老，我们能问一下，要那么多仙晶是要做什么吗？用来购买仙元令。什么？买仙元令？恕老夫直言，仙元令买不得。是啊，掌门您自己也该清楚啊，还有131年，现在买仙元令是买了催命符啊。尤其还要凑那么多仙晶，莫非掌门还打算大肆收购？这会给本门带来灭顶之灾的。如果说出他老人家的真实身份，你们会比我还积极。难道你们不想飞升上仙界吗？那么好的机会，此举万万不妥，老夫不同意。临近截止日之前买上2、3个还能说得过去，现在太早了。哎，您啊，有老祖在，那些仙元令根本就不用担心被外人抢走。你可别泄密了。老祖他老人家辈分极高，在中仙界交友广阔，有许多仙王都是他的故交。他能帮我们保住仙元令，大家放心购买便是。老祖此行无人照料服侍，不知可否让小徒同行？可以。这可是你这辈子最大的机缘，为师能帮你的就这么多了。好好跟着老祖，他说的每一个字都要当成宗门大事去办。老祖，我的小徒也很仰慕你，可否让他也一并同行？随便。老祖此行重大，本门木有仙尊同行，未免就太过危险，不如再派3位长老同行，可否？老祖恕罪，他只是一时口快。无妨，愿意的都能跟着。他人呢？这师姐她，他怎么了？祖师爷饶命！老祖恕罪，列徒目无尊长，有眼无珠，我一定。行了行了，也该出发了。既然你徒弟不愿去，那就让他俩去吧。这怎么着？他们也不方便？没有，还不快谢过祖师爷。素叶素梦见过老祖。老祖，此行可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？没有，该干嘛干嘛吧。贵客临门，不知你们需要点什么？我是来买仙元令的。客人您要买仙元令？没错，你这有仙元令吧？有啊。价格10万仙晶1枚，没涨价吧？客人说笑了，我们天书阁屹立无数年，岂会做那等坐地抬价之事？老兄，你不怕死啊？我们老祖生性风趣，只是开个玩笑，大家自便。哈哈，没错，仙元令这宝物，就算要买也不会那么早啊。莫名其妙，跟班都当不好。没涨价就行，你这有多少货？我全包了。老祖，不可，不能这样啊！一边去！你们说了算，还是我说了算？怎么着？你们不想卖？当然不是，只是这么多货，需要向上请示。怎么了？吞吞吐吐，有话就说。他将情况一说，叶阳仙王也不听就行。目前这边有多少仙元令？115枚。能同时买下这么多仙元令的人，显然不是傻子，他意欲何为？就是他们了，他们是神武宗的人。神武宗是这乾蓝天域内的一个宗门，实力中等。你敢去眼前这个男人开局获得1亿的利益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打。哈哈，活了这么多年，第一次看到这么有趣的乐子。你们的仙晶是用不掉吗？
如果嫌多，何不交给小爷我，让我替你们还你？公子，这几人来历不明，但敢买这么多仙眼令，恐怕来头不小。这里是丹华城，最近手头紧，来点现金花花吧。静观其变，可对方正是明情之士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看看这所谓的主子究竟有什么手段。楚朝，你该知道，我们天书阁内任何人都不用管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哦，跟你说话呢，你聋了？你是我儿子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我儿子，你问我要什么钱？你找死！你可知道我是丹华城？达人之后，神武商第一时间开始缩减起战力，速度之快，简直就是脱衣大赛冠军。爹，恭喜宿主获得50348点震惊值，自动兑换为5点功德。啊，居然只有5点功德，太不给力了！是不是刚刚嘎得太快了？过程不够清晰，以至于大家不够满意，所以没有太多震惊值。全场所有人呆若木鸡，做梦也没想到。确实，被恶少挑衅，延后拔剑反击很正常。但这是不是太突然、太激烈了点？连对方的名字都不问的吗？疯了吗？你竟敢杀死于城主的外甥，你完了！知道你们是城主的人，好了不起，行了吧？你还杵在这磨叽什么呢？跟个呆瓜似的，还不快去喊帮手？怎么当的走狗，一点都不专业。老祖，快离开这里！此地不宜久留。走什么走？后背中怎么出了你们这群胆小鬼？东西还没买呢。你们这里嘎人应该没关系的吧？不影响我们的交易吧？没有，贵客想要交易当然可以，请跟我来。我们这里有115枚仙元令，阁下要全买下。没错，才这么点，够谁用啊？仙晶都在这里了，我要的货呢？不知阁下买这么多仙元令是要做什么呢？飞升上仙界啊，不然呢？阁下何必明知故问？你我都清楚，现在这个时间买那么多仙元令很不正常。你的意思是，现在并不是仙元令销售的旺季？看来阁下自己也清楚。是啊，我在你们的销售淡季买了这么多货，你是不是该打个折？阁下真是说笑了，仙元令的价格一直都是10万上品仙金，从未改变过，这是规矩。既然不能谈价，那你还跟我说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真是浪费老子的时间。你敢向眼前这个男人开局获得1亿奖励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暂时兑换。怎么，和我聊天很委屈是吗？老祖你也太钢铁直男了点吧！
这么直接的吗？这要是激怒了对方怎么办？此人真是不知礼数，太不尊重小姐了。回来。阁下刚刚击杀的那人是此城城主的外甥，这件事城主必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寻仇是在所难免的。以阁下身边这些人手，想必抵挡不住此城高手和3000仙卫军。所以呢，你要帮我迎敌，老子可不需要队友。我们天书阁向来中立，不介入任何恩怨仇杀，最多只能保证阁下在殿内的安全。那告辞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为阁下提供一座直接传出10亿里的传送阵，前提是阁下肯说出购买仙元令真正的用意和背后的目的。要知道，商会的传送阵向来不得给外人使用，这算是破例了。太客气了，让你们破例改变原则，那多为难啊！我最不喜欢麻烦别人了。告辞，告辞。老祖，我认为这很不妥。老祖每一步都在选择错误的选项。不妥？你们怕吗？不怕。为什么不怕？老祖那么厉害，一定能保护我们。好。冷化寒和元哲等人差点被噎出脑血栓来。滚出来！需要驱逐他们吗？不必了，我倒要看看他究竟有什么依仗。就算他们能挡住这批人，后面也还有丹华城城主和另外2000仙卫军。现在冲出摆在明面上，就算他后悔回头求救，我们也不可能插手他人恩怨。他错过了唯一的活命机会，自生自灭吧。祖师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找个角度好一点的位置看戏就行了。祖师，千万不可冲动，最好是大事化小。当好你们观众。你们就这么点实力吗？玄仙都能成为仙卫军？就是你杀死我的儿子。没错，是我。杀他！还真是你干的好事啊！别夸得这么直白，其实我这人向来乐于助人。既然你没空教儿子，那我就替你教育一下。你也不用特意赶过来谢我，毕竟咱做好事不图回报。原来此人和谁说话都是这个风格，也不是专门针对自己一个人呢。完了，去死吧！不好，师叔。这楚月仙尊死了，1000仙卫军就那么覆灭了。就一个人出手，那么快？
那把剑真的是七品仙剑？应该是，不过此人自身也绝不止金仙层次。七品仙器威能是极强，但还不至于能让一个一品金仙瞬杀仙尊。他自身应该也有仙尊实力。哇，老子太厉害了，简直太威武了！一剑灭杀那么多敌人，我的天哪！老祖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尽快离开才是。能当一城之主，肯定不会没背景。这件事现在彻底闹大了。是了，尽快离开这里为妙。回到宗门，有大本包袱。什么鬼？你们也觉得刚刚装逼的是这把剑，而不是本老祖？那还真要好好为自己证明一次了。不就是打了小的来了老的，打了老的又来了背后靠山吗？老套路了。原来你什么都知道啊？那你还不走？楚朝就是你杀的？没错，是我。来吧，开战吧，别搞什么前戏。哥急着和自己的兵器抢风头，以证明自己的实力呢。谢谢你，谢谢你为丹华城出了一害。把这在场的人全都懵了。这什么情况？自己人被杀，不报仇就算了，还谢谢仇家，太离谱了吧？那个，我听说刚才那小子是你外甥啊？我没有那样的外甥。楚朝此人纨绔成性，欺行霸市，民怨沸腾，本城主早就看不下去了。你敢向眼前这个男人开局或者以一敌一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手。原本就想要大义灭亲，只是一直没狠下心来。今日阁下替我手刃此僚，真乃一大坏事。本城主代表仙城将将感激阁下的义举，为之阁下高兴大名。这不符合剧本啊！你是装的吧？想把我先稳住，然后趁我大意不备，再将我干掉。可是我还杀了你1000名部下呢，其中还有一个仙尊。老祖，你能不能少说2句？不管这城主是不是装的，你也别净捡刺激人的话说啊！杀得好，杀得太好了，这正是我要感激阁下的第2件事啊！还感谢？你这戏是不是演对了？能成仙的也没几个人头脑简单，很多人立刻想明白了，神武商能轻松干掉1000仙卫军和1名仙尊，那就算城主带着剩下的2000人杀上来，也是送菜。阁下肯定不信，我这个城主也只是表面风光，其实有苦自知。自从前些年楚月和他那一系人马入驻丹华城之后，本城主就慢慢被他们架空了。架空？这些年来，他暗中结党营私，勾结外界高手，仙卫军早就有许多成了他的嫡系。我的命令经常还不如他一句话有用。正因为这个原因，我才迟迟没能对楚朝下手。这样的被他取而代之，也是早晚的事。若不是阁下今日一举将他们覆灭，我哪有翻身之日？你说我该不该感谢你？这也太巧了点吧？看来我的空口白话，阁下还是不信。这都是楚月的亲友和党羽，若不是阁下今日诛杀了首恶，我也不敢轻易动他们。不过现在嘛，不要啊！城主大人，我们不知情啊。姑父，我是你侄儿啊，小时候你还抱过我。从此，丹华城的天重新恢复了清明。阁下现在该相信我了吧？小事一桩，不足挂齿。没法继续装逼，还有点兴致缺缺。不，对我来说，这是天大的恩情，不能不报。我与阁下一见如故，现已命人备下酒宴，可否过府一叙？但冷化寒却再次提起了疑心。巧合过度了，而且以此人刚刚的杀法果断，也不像是一个会被人架空的软弱城主。老祖，这酒宴还是不去的好，很可能是个圈套。就你聪明哦，我还巴不得这是个圈套呢，那样才有继续装逼的舞台啊！前头带路。
请。还能怎么办？跟上吧，总不能让他死在这。小心心思。这个于勋杀起人来还真是毫不手软，此事倒有些扑朔迷离了。没什么扑朔迷离的，这就是个圈套。那个神武伤完了，仙气动人心罢了。为了神兵仙气，有些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哪怕是杀自己人。可是，就算他真的在做戏，想要谋夺那件仙器，也很难得手吧？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于勋的根底。他的根底，我知道。他当城主之前，还是惠阳门的内门长老。难道他打算通知惠阳门，从那边调高手，一起绞杀那个神武商，谋夺他的仙气？惠阳门长老只是他表面的一层身份罢了。这还只是表面身份，那他真实的身份？他是幽盟的人。行吧。于勋能当上丹华城城主，正是因为幽盟背后出了力，所以那个神武商现在其实是被幽盟盯上了。那他还真是死定了。谁敢说眼前这个男人开局或者一逆子，只要被打就能并获得正式对决。哈哈哈！我与江兄弟一见如故，脾性相投，所以有个不情之请。讲，不如咱们趁此良机结为异姓兄弟，岂不美哉？不美。哼，兄弟，这兄弟还是别喊了，我辈分比你高得多。你要是愿意，可以喊我神武老祖。别人想当你兄弟，你想当人祖宗可还行？这样驳人家的脸面。哦，不对，这是当众抽别人了。像你这样说话，就算没仇都会弄出新仇恨来。哈，阁下还真是会开玩笑。妥了，阁下想要怎么死？于城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问我什么意思？你们杀了我的外甥，还杀了我上千仙卫军，你觉得我该不该报仇呢？可是你之前还说那是为民除害。不演的真一点，你们能上当吗？就为了让我们上当，你连自己人都杀？没错，成大事付出点代价不算什么。他们的牺牲很有意义，至少把你们骗来这里，成功拖延了时间，等到了我的帮手到来。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临走前让你们做个明白鬼。这还是人吗？特么完全就是个扭曲的疯子，心里有问题的神经病啊！当这与城主的亲人，还真是高危职业，你也太狠了吧！你究竟想干什么？当然，你们肯定不愿意乖乖交出来了。也不愿强人所难，所以只好请你们死一死了。你就不怕我们神武宗找上来了？没错，我们神武宗有仙尊19位，你最好考虑清楚。对我们动手，你自己也活不下去。神武宗拿到了这把仙剑，我还会在乎什么仙城？而且你们神武宗能敌得过幽盟吗？你竟然是幽盟的人？没错，我们都是幽盟的。另外，我们不是仙修，而是魔修。老祖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您这么厉害，倒是给我们指条明路呗。对呀，你这么会惹事，应该也能摆平吧？那是必须的。哎，又到了割力挽狂澜拯救队友的时候了。你这无时无刻都环绕全身的底气，到底是从哪里得来的？看来阁下的信心来源就是这把剑了。为了表示对七阶仙气的尊重，我们不光以多打少，还特地动用了7星血旗。
希望你们能见谅哈。这7星血旗想要发动，不光需要7名魔修，还需要足够的血气为引。在这血海内，我们这些魔修越战越强。至于你们，无论实力、境界还是兵器，全都会被血污缠身。停！你刚刚说什么？摆出这阵仗，只是因为对这把剑的尊重？特么的，人人眼里都只有这把仙剑，完全忽略了自己这个仙剑的主人。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而且，谁告诉你们这是7阶仙器了？为什么每个人都会先入为主的把这剑当成7阶的？不然呢？你们是不是忘了，这把剑是谁在用？是你。所以，谁才是这一战的关键？弄了半天，只是不分武器抢了自己的风头。现在是绝境啊！是考虑这种莫名其妙问题的时候吗？你想多了吧？你只是个金仙而已。要不是有这把剑，随便一名魔尊都灭掉你了。我可去你大爷的吧！有眼无珠的渣渣，都给老子死！眼前这个老六，听见别人喊他小黑子，他便大打出手。那是7星血旗，有这污浊的法宝在，7阶仙剑也发挥不出多大的威能了。这么厉害，还只是极品法宝，而不是仙宝。此宝无法转换位置，需要固定才能发动，所以只要稍微警惕一点，是没那么容易踏进去的。那个神武商也太大意了吧，这都能中招，完全就是自己找死啊！结束了，他赢了。可是那7星血旗不是威力巨大吗？怎么会这么快就被？此人真实实力至少是8品仙尊以上，而且那绝不只是7阶仙剑，很可能是8阶的。8阶仙剑，中仙界怎么可能会有8阶的仙剑？那我们是不是要出手，趁机将那仙剑？收起你的念头，别忘了，我们天书阁的立场是中立。拿来吧你！冷话还想说点什么，却发现自己的语言能力都快要丧失了。赢了，之前的所作所为似乎全都理所当然了。面对1000仙为君来袭，当然还是一见面，凭什么忍着？面对结拜的请求，那当然要拒绝。你区区魔尊配吗？老祖，您这把剑莫非是8阶仙器？特么的，老子刚刚为了给自己的实力证明，连10倍暴击都用出来了，结果你们的注意力居然还在那把剑上，是不是有病？滚一边去！哇，老祖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刚刚那些敌人可吓死我了，还以为完了呢。多亏了老祖力挽狂澜啊！老祖，您究竟有多强啊？刚刚那好像都是魔尊呢。老祖实力通天，根本不是我们能揣度的。我猜老祖天上天下无敌于世。你俩拍马屁拍得这么直白，一点都不含蓄，就不嫌尴尬吗？而且这也拍的也太过火了吧，还无敌于世，别忘了还有仙王和仙帝。哈哈哈，你们还挺有眼光的，不错不错，看来我们神武宗还是后继有人的。老祖看你们2个是可造之材，这些小玩意就赏你们了。老祖，这是区6阶仙器而已，老祖赏的，你们收着就行。6阶仙器，我的妈呀，这真是给我们的。老祖，我们不敢要啊！老祖，这赏赐是不是太丰厚了点？是了，赏他们2件3阶仙器就狠了不得了，6阶仙器实在是太过了。他们实力地位承受不起这赏赐嘞。啰嗦什么？这仙器是我的战利品，我想给谁就给谁，轮得到你们来反对？真是莫名其妙。你俩收好了，要是回宗门有人索要，就跟老祖我说，我替你们出头。那个老祖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该早点回去了？回哪里？回神武宗啊！幽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，回到宗门及早做准备。这次一共要买3300枚仙元令，目前才买了115枚，早着呢。可是
没什么可吃的，你们要是怕了，就自己回去。他们走了，看方向倒不像是回神武宗。他们现在成了幽盟的必杀目标，回去反而容易被找到。我要是他们，我也尽快会去幽盟势力范围之外躲起来。他们很快就要闻名整个中仙界了，8阶仙气，没几个人能不动心。现在就看他能躲到什么时候了。可这个人买了那么多仙元令，就算躲起来，每隔10年也会暴露一次啊。众所周知，仙元令就是天命符。但这个二货却一口气买了3000个仙元令。买仙元令，有多少要多少。老祖真豪气，小母牛坐飞机，牛逼上天了。啧，就是他惹了幽盟，二愣子一个。我还以为他会躲起来，没想到他居然还敢这么大张旗鼓的买仙元令。欢迎，阁下究竟想要买多少呢？先买3000个试试水吧。阁下的手笔真大。一般般吧。阁下稍等，我向总部申请更多的仙元令。又见面了。幽盟已经来了25位仙尊和77位魔尊，领头的是马化通，就在外面。莫非是那位马云之子马化通？没错，正是他。也就是说，他很出名了。除了幽盟，八嘎门也来了一尊仙王级的太上长老。小姨子排行第1的八嘎门。没错，万肚子瓮中捉鳖了，属于是。仙元令本就引人注目，何况你还有个8阶仙气，你不可能保得住。所以呢，妹子你有啥提议？我们收购这把剑，并替你保管仙元令。若不是看在那仙剑的份上，我们根本不会破例。老祖，您看是不是要答应他？特么的岂有此理！我和这把剑，谁更重要？我相信阁下能看清形势。我看清你大爷的！对了，外面最出名的那小子叫马化通是吧？阁下，不要干傻事，此人实力已是仙王之下第1人。马化通闯进来了，就在楼下。阁下也看到了，8阶仙剑足以让人疯狂。你们天书阁内不是禁止争斗吗？确实有这么个规矩，但若是阁下不慎被杀，我们事后追究，于阁下而言也没了意义，不是吗？你说的很有道理。幽朋自远方来，虽远必诛。老祖，此人真是一派老祖，如此冲动，完全就是个愣头青。让他体会到绝望，但不要让他真被杀了。马化通，你知道我们的规矩，天书阁内禁止争斗。哼，你们天书阁的规矩我当然知道，我可没打算挑事，难道进店看看都不行？你就是马化通？他疯了吗？还敢主动挑衅？真以为马化通不敢动手？没错，我就是马化通。我想和你做个交易，如何？我吃个亏，用我的大宝剑换你的小贱剑。7剑换8剑，你特么直接明抢得了？你这个提议很有建设性，值得考虑。爽快，我看你这小子都顺眼了点。既然你也答应了，那就快交易吧。等等怎么？你要反悔不成？当然不是，兵器不得先验验货吗？可以呀，那你把剑给我验验。你是刚出道的外行新人吗？兵器验货当然是要用实战，拿手上看，能看出个毛来。这都不懂，我都怀疑你怎么混到今天的。哼，你还真是很带种。那你想要怎么验呢？难不成你要跟我打一场？对呀。这可是找死。看来你的仙剑威力不咋地嘛，就这破剑，还好意思和我交易？还好哥机智的选择了提前验货。那不是8阶仙剑，是9阶，只有9阶仙剑才有如此威能。阁下，你想要什么？尽管说。
只要你愿意出售这把剑，嗯若阁下答应，我天书阁12仙王齐出，保护阁下以及宗门的安全，直至阁下飞升上仙界。艳阳仙王，你这是要和我幽盟作对吗？你们竟然要破坏中立的原则保护他！堂堂天书阁，出尔反尔，也不过如此。此言差矣。神武商用仙剑换取我们的保护，也算是一场交易，并没有破坏中立的原则。哥刚把马化腾给秒了，你们不应该为哥的实力感到震惊吗？转眼间又绕到这把仙剑上去了，有完没完了？祖师爷好厉害呀！在祖师爷面前，任何人都只是土鸡瓦狗，那是肯定的。祖师爷一定都还没用全力呢。特么的，你俩就算要拍马屁，也要看清场合啊！为了讨好老祖，你俩完全就是悍不畏死啊！哎，还是你们两个丫头贴心，老祖没白疼你们。快住手！我幽盟几位老祖不会放过你的。阁下，很快整个中仙界都会知道你拥有9阶仙气，能保住你的只有我们天书阁。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。哈哈哈！你们天书阁自作多情啦，他根本没接受你们的交易。既然不是交易，那你们就没立场保护他了。既然你一意孤行，那便自生自灭吧。等死吧你！我们走。看来等不到幽盟那4位过来，他就要被杀了。不知死活。奇怪，人呢？神武掌门，真的是您？你是哪位？您不记得我也正常。小老儿当年是长青玉的纪云道圣，我师兄青云道圣曾和您说过话呢。哈哈，原来是你啊！我还以为你是来抢仙剑的呢。不敢不敢，我们岂敢抢您的宝物？当年你一剑灭杀先帝，我可是亲眼所见。幽盟这些混账东西，竟敢挑衅您，小老儿早就看不下去了。若是有空，不如去我们古黄门坐坐。还是算了，这边的仙元令还没筹齐。那我们可否陪神武掌门一起？可以。老祖，您看我们是不是要谋划一下？谋划什么？幽盟4大高手快来了，是不是该想想对策？区区幽盟4大高手就把你们吓到了。话放在这，他们来了就别想走。如此胆小怕事，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纪云仙王能以1敌4？不可能。看来关键还是那个神武商了，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我他妈来了！他们来了。纪云，你们古黄门不用存在了。此人杀我孩儿马化通，你又杀我幽盟众多精英，即日起，古黄门和神武宗鸡犬不留。马云，你永远都不会知道你招惹了谁。神武掌门，且让小老儿先打头阵可好？可以，去吧。我现在还真干不过魔王级的高手，除非死一次。只要我想走，道就在那儿，路就在我脚下。老头子不讲武德，好，很好。一开始我还把你当一个对手，现在看来你也不过是一个小人罢了。你的伤口，屁大的事不用管，刀来。陆中仙，世间妄语皆有毒，凶你远古中神，给我死！计划真多。
鲫鱼，你不太给力啊，还没搞定，实在不行，还是我亲自出手算了。老头，我是来报仇的，为什么你比我还拼命？快来帮我！开不开心？这怎么可能？哈哈，神武掌门幸不辱命，小老儿已破敌。好你个姬云！你竟敢抢我们的功！卑鄙小人！我可去你们的吧！刚刚差点把老夫的仙果都一起毁掉了，是故意的吧？这怎么拜见神武掌门？你是梁三伯啊，我记得你。没错没错，都过了这么多年，您还记得我？掌门，还有我们啊，我小猪猪啦。我是梁志超他奶奶。当年最早追随您呢，比他们魔芋还早。擦，梁志超他奶奶，你什么意思？什么叫比我们魔芋还早？跟得早了不起吗？没看出来谁更重要吗？就是你俩谁啊？掌门压根不认识，咱也没听过，哪来的回哪去？滚滚滚！老杂毛，这里有你说话的份。没错，早看这老杂毛不顺眼了。哦，原来是你们啊！老祖，你这演技也太假了，我还以为你们也是来抢这把剑的呢。怎么会呢？就我们10个胆子，也不敢抢您的东西啊！对了，外面那群人是不是来抢的？不好，他要抢功。梁志超他奶奶，你好大胆！神武掌门面前，轮得到你打头阵？闪开，让我来！我他妈来了！接上场，梁志超他奶奶等4人追杀包围神武上的仙尊。放过我们！误会啊！误会你大爷！敢包围神武掌门，死1万次都不够！这特么也太狠了！神武掌门幸不辱命！幸不辱命个屁！战利品都不知道孝敬一下，一点眼力劲没有。行了，走了。系统兑换仙力和仙魂的7品仙丹各1000枚。哎，这升级太慢了，看来要想办法多搞点功德呀。这是你要的仙元令。交易愉快，再见。你的修为怎么又到6品金仙了？哦，我天赋异禀，这2天又苦修了一下，所以突破了。你看我像傻子吗？你究竟是谁？我的名字以后会如雷贯耳的，到时候千万不要尖叫。此人未免太狂妄了，他以为他是谁？将来得知小姐您的身份，他才是会如雷贯耳的那个人。神武掌门，您要回神武宗了吗？我们可否同去？是啊，我们还想继续追随您，聆听您的指示呢。1天见不到您，茶饭不思啊，修炼都没劲了。你们还想继续抢我的风头和战利品？滚！你们自己没宗门吗？哪来的回哪里去？那我们以后还能去神武宗求见您吗？有事我会通知你们的，没事别乱串门，就这样。老祖，您为什么不让他们跟着来飞仙门啊？是因为他们实力太弱，您看不上吗？没错，你们说的对。能被老祖看入眼的可没几个，仙王和魔王又算什么？
你们两个只是个真仙，哪来的勇气说出仙王魔王又算什么这种话？我要是义务上也像苏叶苏梦那样马屁不断，现在会不会也收获满满了？要不我也试试。老祖神威盖世，号令中仙界，莫敢不从。他居然会拍马屁，还拍得这么肉麻，重大进步啊！不过小子，你这吹捧也太生硬了吧！完了完了，一时猪油蒙了心。你很不错，这一路的转变和进步，老祖我都看在眼里。不愧为神武宗未来的栋梁之才，我看好你。这把宝刀可以用不着，就赏给你吧。希望你再接再厉，不要让老祖我看走眼。什么宝光剑？这不是马化腾所用的那把七阶仙剑吗？神武宗还没人能用上七阶仙器呢，就连掌门和大长老都没有。冷化寒这真传弟子居然有了。他这一路进步在哪？就因为刚刚拍了一记拙劣无比的马屁，并不负老祖的期待。好，此次跟着老祖出来，才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做万仙膜拜呀！老祖的实力和人脉，完全就不是我等所能揣度的，叹为观止。一开始我还觉得老祖行事鲁莽，现在回想，越发觉得自己鼠目寸光，窝棚家禽，哪知天地之浩渺。擦，这位是可造之才啊！不错不错，你们这次跟着我出门，没功劳也有苦劳。原来这真是和老祖打交道的正确姿势，自己早干嘛去了？接上集，神武商回到宗门后，下令买10万的仙元令。事到如今，你们还信不过老祖，还以为他是骗子。那当然不会，老祖此次展露的底蕴和人脉，我们叹为观止，心服口服。可是10几万仙元令啊，这意味着什么？你们想过没有？一次买10几万，几乎是买空了，这会引起整个中仙界的公愤。老祖的决定，无论事前有多么的荒唐，多么的不合理，最后都会被证明是正确的。我们想再多，都是庸人自扰，听他的就完事。这是我此次随他老人家出行得到的最大感触。没错，这一路上我们数次以为他做错了，但最后却反而证明错的是我们。无论何种危机，他老人家都能以神奇的方式化解，甚至还能大有收获。老祖行事根本就不能以常理视之。他既然说了有多少买多少，那就说明他有绝对把握。你们若是再拖延下去，只会错失良机。也罢，那便赌一次好了。老夫也愿出300万仙金。好了，都去办吧。你们3个换仙器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这确实是6阶仙器。什么？你们从哪弄来的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？难道是老祖？老祖赏赐的。他老人家有一次看我们劳苦功高，就给我们各发了一把。就这么简单？还有这种事？你们3个只是跟着出了趟门，一招都未出过，劳苦功高个屁！这凭什么？我不服！太过分了吧！寸功未立，怎么还会有赏赐？在此之前，冷化寒全力一击只有5品金仙的威力，而现在这淡紫色至少是2品仙尊之上的攻击力了。7阶仙剑的提升也未免太大了，这把剑我还没完全炼化，杀伤力就突破了仙尊层次。待到将来彻底炼化，我完全可以和5品仙尊一较高下了。这提升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从今往后，我便是您最忠心的那把剑。哇，真的是冷师兄！冷师兄这么厉害，难道这次冷师兄在外得到了天大机缘，实力突飞猛进了？冷晃寒，竟然真的是你！刚刚那一击是你打出来的，你怎么可能做到？不会是作弊了吧？你不信就算了，那就当是假的吧。你站住！什么叫就当是假的？把话说清楚！
说什么？我实力大进，难道还要向你汇报？实力大进？你当我是瞎子？你的气息分明还是金仙，和以前没什么两样。你换兵器了？这把剑难道是6阶仙器？6阶仙器的提升有那么大吗？你这把剑从哪来的？是那个贼子送给你的？古青玉，注意你的身份和言辞。神武老祖是你我的前辈祖师，希望你能对他放尊重点。冷幻寒，你说什么？你竟然站在了那个贼子那边？我只是提醒你，对宗门长辈该有的礼貌规矩。老祖无论实力还是胸怀，那都是举世无双的，值得冷某一生敬仰。你若再用这种称呼去诋毁他，那纵然他老人家不在意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几天不见，你整个人的骨头都没了。以前我还当你对谁都不假姿色，是个宁折不弯的人物，如今一看，真是大失所望。一把6阶仙剑就把你收买了，让你变成了别人的跟班走狗。你说的没错，能成为神武老祖的跟班，那是我的荣幸。也，你还真是一点志气都没有，亏我以前把你当成了对手。神武老祖就如那万丈骄阳，我这颗暗淡星辰的使命本就是环绕着他。你理解不了，那是你眼界不够。唱跳 rap 3人组因左脚踏入大门被老祖赏赐6品金钱，又因右脚踏出大门被老祖赏赐无上功，只因他们说了句老祖好帅。还不快交代，老祖为什么会赏赐你们？老祖心情好不行吗？你们要是不满，直接问他老人家去啊。找我们算什么事？冷化寒还得到了7阶仙剑呢。7阶仙剑，我这个师傅用的还是6阶，徒弟用上了7阶，这上哪说理去？你得到了7阶仙器，快点交代，怎么来的？老祖为什么赏你？就是你手里这把剑吗？你立了什么大功？凭什么得到7阶仙剑？7阶仙剑，那个贼子居然送了一把7阶仙剑给他。冷化寒，这把仙剑你可愿意交换？老夫收藏的宝物，你可以随意挑选。冷化寒当然不换，但他也不能说我是因为拍马屁才得到。应该是老祖心情好吧，而且我只得了一把剑。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师傅息怒，你要是知道素叶和素梦得到的赏赐，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素叶和素梦是谁？你说的是那2名世剑弟子，就连他们2个都有赏赐了。什么叫就连他们都有？他们这次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得到的赏赐比我们还好。掌门送了2把6阶仙剑，积云仙王送了2件6阶仙甲，朱迎来魔王送了2件极品法宝，梁子操他奶奶送了2瓶7品仙丹。他们何德何能？只是2名外门弟子，这赏赐太过了吧？而且那几位前辈高人为什么也要赏他们？这赏赐太重了，他们把握不住吧？不如交给我们保管。我得提醒你们一句，他们俩今非昔比了，祖师爷亲自交代过，若有人感动他们，他老人家会亲自出头。另外再告诉你们一件事，梁三伯魔王送了2枚天幽灵给他们，从今往后还有幽梦护着他们，你们最好掂量一下后果。素叶和素梦我认识啊，我们还一起修炼过呢，就他们俩实力还不如我啊！你可别这么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可能已经没资格再和他们接近了。是啊，今非昔比了，那么多赏赐，还有天幽令，真是飞上枝头变凤凰啊！素叶和素梦他认识，以前经常服侍他，听说他们替代自己陪同老祖，他还同情过他们呢。而现在，他才赫然发现需要同情的人是自己。哎，机缘摆在面前却推开，这或许也是冥冥之中的命数吧。命里注定那机缘不属于你。老祖昨天还是6品金仙，今天已经是9品金仙了。你们都跑来干什么？难道是有外敌入侵了？好久没找到战利品了呀。没有，我们来此只是想问问老祖，这次冷化寒他们得到的仙器都是你赏赐的吗？是我赏的，怎么？你们有意见？不敢，我们来此打扰，只是想请教一下祖师爷，为何他们能得到赏赐？你们问为何要赏？商哥也不好直说是因为拍马屁，那太跌祖师爷的身价了。因为他们表现不错啊，表现不错。按照传回来的消息，仙元令的生意是老祖一个人搞定的，而路上遇到的敌人不是老祖亲自出手灭杀，就是那4大高手干掉的。冷化寒他们起到什么作用了吗？
老祖可否明示？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，需要你们自己去观察，用心去感受。他们身上有很多值得你们学习的地方。好了，散去吧。冷化寒他们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？居然值得自己去学习？这天，大长老袁胜和二长老袁叔连滚带爬的跑过来。老祖，外面有人要见您。见我？是谁？离魂天域的展颜、万墨、阴煞3位狮王，还有100余位师族高层。也不怪他们这么恐慌了。这位狮王的兄妹，在中仙界几乎人人谈起就色变，与他们相比，幽盟都算是画风清秀了。展颜、万墨、阴煞。商哥仔细搜索了一下自己的记忆，倒是想了起来。哦，原来是他们。老祖，您认得他们？莫非他们也是您当年的故友？算是吧。那太好了，刚刚可吓死我们了。他们来干什么？没说，要不老祖您出去见见他们。告诉他们，让他们自己进来见我。那些破棺材就别带进来了，还有别带太多的尸魁一起。歌弦未到冲。那可是威震中仙界，破的周边数十个天域都不得不让步的3大狮王啊！凡人经脉受损，却把极品丹药当零食吃，结果强劲的药力直接冲碎了周身经脉，周遭的天地灵气开始疯狂向丹田聚集，不出片刻神武伤就会暴斩亡。可他却又掏出一颗更大更猛的丹药，眼睛都没眨一下就直接丢进嘴里，紧接着开始调动体内的仙气。神武掌门可在？就说展颜、万墨、阴煞求见。神武掌门呢？他如何？他说让你们自己去见他，而且什么？而且他说不要带那棺椁法器，也不要带太多尸魁进去，他嫌味道冲。完了，这他妈也说？3位千万莫怪，我派老祖他不喜外出。带路。请。这简直就是在侮辱对方啊！神武掌门，果真是您，我们来见您了。哈哈，好久不见，你们怎么会找来的？我们听到了您的消息，知道纪云他们已经拜过您了。您那次疗伤太漫长了，我们险些以为您已经回不来。这些年我们还探索了许多仙坟，想要将您复活过来。你们也太小看我了。还有，你们那复活是变成尸魁，免了吧。现在您重新出山，我们又有了首领，可以放心向着4周扩张，甚至杀到上仙界了。这可不妙。停！你们搞错了吧？我什么时候说要带领你们了？真是莫名其妙！你们最好给我安分点。还好老祖是正常人，不是心理变态。当年他们多次要置我们于死地，难道您不想报复吗？我们这些年积蓄力量，就是等着您重新带领我们君临仙界。行了，别人听不懂，他却知道这3人说的是上仙界那些仙帝魔帝。这事还轮不到你们出头，我将来会亲自出手。不知我们可否跟着您，继续追随您一起征战？他们要追随祖师爷，从此以后神武宗还有几个人敢惹？那要看你们的表现了。我们会好好表现的。这也太乖巧听话了吧？这他妈一点都不上道啊！我听说你们那些年灭了不少门派，战利品应该不少吧？有的。您看我们这记性。不错，你们的表现比纪云他们优秀多了。拿人手短，商哥再看这3大狮王就顺眼多了。于是出现了开头的一幕。这3人真是帮了我很大的忙啊！看来以后还真要好好提携一下他们3个了。望着剩下的12万功德值，他先是升级了一下系统升级。当前技能宿主可消耗功德，借用任意目标的技能。下级技能宿主可消耗功德看破目标内心真实念头，无冷却。6啊！不过哥用不着。修炼总是这么的艰难，真是不容易啊！这次要不是打了3大狮王的秋风，还真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。再换点苍龙精血好了，先来10滴。宿主的苍龙血脉达到2层，才2级血脉，怎么能对得起哥的牌面？拉满，给我拉满！怎么还没满级？这血脉也这么难升的吗？哥还不信了，系统一波给老子拉满！宿主的苍龙血脉圆满，获得苍龙真身，苍龙一族所有天赋秘术达到5阶。老祖，明池仙王和流元仙王要见您。明池仙王和流元仙王，
商哥想了半天也没想出是谁。那就让他们过来见我吧。大哥，他们2位可是丹道和气道的泰斗级人物。行了行了，告诉他们爱来不来。他耗费半辈子心血才炼制出的绝世仙剑，却反手送给别人，不仅1分钱没收，反而还倒贴10万灵石。施主，七界仙剑岂能送人啊？施主，3次啊！无需多言，我意已决。老兄弟，你也太舍得了。他知道为了炼出这个明池仙王足足耗费了上千万年时光，失败了15次，耗费了数量惊人的珍稀材料。前辈，这仙剑，他甚至有点不敢要，太贵重了。但那推辞的话，他实在是说不出口。七阶仙剑的诱惑太大了。啊！赏赐一下后辈，也没让你忍痛割爱吗？神武掌门，老夫并无不愿，只要您一句话，老夫这条命都能送出来。区身外之物又算什么？别，赏赐太重，就怕他们受不起。要不这样吧，你有没有带7阶仙器的材料？这倒是有，只是神武掌门需要材料做什么？那个我忘了说，其实我也是个炼器师。您竟然也是炼器师？没错，带了多少材料？有没有2套？抽了炼器技能那么早，商哥寻思着也该用来装个逼了。这2套仙剑的材料倒是有，但唯独缺最重要的寒玉仙心。无妨，这寒玉仙心我正好有2枚。那太好了。看到这些珍稀材料，他那些徒子徒孙又露出了肉体之色。在他们看来，这些材料给了神武商就是牛角牡丹，太浪费了。他们才不信商哥会炼器。神武掌门，不知您要在哪里开炉炼器？小老儿可否帮忙打下手？我炼器不需要辅助，也不需要炼气炉和仙阵，更不需要换地方，在这里即可。你就吹吧。炼器竟然不用炼气炉和仙阵，神武掌门果非常人，行事别具一格，哈哈！老朽可要好好观摩一番。明池仙王见多了商哥创造的奇迹，倒是保持了一定的期待，但2次能成功一把，本就极其渺茫。重要的是他老人家玩得高兴。你俩怎么不和其他人那样对我充满质疑呢？就像你们那群弟子，那叫一个轻蔑不信。这样，等我待会拿出仙器，才能收获更多镇精值啊！你这2把剑的材料都是水系的吧？没错，神武掌门好眼力。这有什么好眼力的？但凡是个炼器师都能看得出来。合成。现在直接提取的话，在外人眼里反而会怀疑我是不是提前准备了2把7阶仙器。我这炼器术名为虚炼法。何为虚炼法？小老儿闻所未闻啊，不知出自哪一流派。你要听过就怪了，哥湖州的。所谓虚炼法，讲究的是发心和神为主，忘却那些繁琐的外在形式。此法是我自创的，至今从未在外人面前展露过。你们很荣幸能亲眼见证。随后，他们就看到了一堆的特效，场面看起来要多炫酷有多炫酷。这看着还真挺像那么回事的。这个仪式进行了足足3分钟之后，他自己也有点不耐烦了。不是吧？这还真炼出了1把仙剑？这怎么可能？真的是水系规则。他这句话等于是宣布了这把剑真是7阶仙器。1次就成功了，而且不用炼丹炉和仙阵，也不用其他任何布置，更不用几万几百万年时间。那么短短一回，1把传说中的7阶仙剑就那么成型了，这也太离谱了吧！然而更离谱的还在后面。这把剑不对。全场陡然一静，难道看错了？这规则之力的威能远超寻常7阶仙剑，此剑堪称7阶仙器之中王者啊！什么？不光炼出了7阶仙剑，还是最极品的7阶仙剑？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这简直就是神迹啊！虚炼术究竟是何等神通？我刚刚仔细看了全程，实在没看明白。是呀，太高深莫测了。元真，你的努力我看在眼里，这把剑便算我和明池仙王共同赏赐给你的了。多谢祖师爷，多谢仙王前辈。神武掌门，这个虚炼法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个靠的主要是得天独厚的天赋，需要特殊的根骨神魂和血脉体质。世上应该只有我一个人能做得到，你还是不要尝试复制了。那江掌门可否再练1次，让小老儿再次瞻仰学习？
又是七阶之中的王者啊！连续2次都直接成功，而且都是极品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元圣，你也劳苦功高，这把剑赏给你了。多谢祖师爷，多谢先王前辈。这老小子拿着剑爱不释手，恨不得马上出去试试火，尤其是要和自己的徒弟比一比。祖师爷，那我们你们还要好好表现，向掌门和大长老看齐，向他们好好学学。就在众人高兴的时候，殊不知一场巨大的阴谋正在悄然降临。东门面临灭门危机，男人却将前来帮忙的人全都赶走。你们8个没我的命令，一个都不准出战，听到没有？这就是那个嗑药小子，那把剑就在他身上。都到齐了没？没有掉队的吧？哼，莫非你还指望梁山伯魔王、朱茵来魔王、梁志超他奶奶仙王、纪云仙王这4位来救你？如果你是抱着这种打算，那你今天再劫难逃了。实话告诉你，那4人被拖住了，根本来不了。那还真是要感谢你们了。他还真担心那4个来分战利品。莫非你还指望明池和刘岩2位仙王能救下你？实话告诉你，你的底细我们早就看穿了。就凭他们还不够看的，让那2位出来吧。来了8个，你们才知道2个而已。那要是现在把那8个人都召出来，岂不是还能收获一波震惊值？你们都出来一下！神武掌门，我们来了。咦，还没开战啊？可要我们出手？离魂天域的3大狮王，你们怎么也会在这？你们不是达成了协议，不得离开了混天域吗？无绝仙王，你不是一直独来独往，从不与任何人结交吗？他究竟和多少人有交情？这几位都是最难请的，他怎么叫过来的？恐怕不是他请的，而是这8位自己主动上门的。此人的背景太过深厚了，他掌握的力量已然不逊于我们在中仙界的天书阁。瞎了你们的狗眼，竟敢和神武掌门作对！你们这几派很快就会变成尸俗，欢呼吧！好了，你们几个可以回去了。神武掌门，您不用我们助战吗？不用啊，就这点敌人，难道我还搞不定吗？那我这不是给对方足够的尊重吗？让他们知道我们这边有哪些重量级人物吗？这样等会他们死的时候，就会觉得来这一趟值了。还是神武掌门高瞻远瞩，所思所想总是超出我等的见识。是啊，您什么时候需要再喊我们？这是要弄啥啊？把那8个人叫出来，就是为吓我们。他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让那8位回去？或许这是迷惑敌人的计策吧，故意让敌人以为就他一个人，产生麻痹大意的心理，其他8位很可能悄悄埋伏在了四周。原来如此。此时已经拿到了震惊值的伤格，自然不会和面前那群经验包继续废话。他直接开启全部的问话，数十个英雄加持，满级苍龙血992个主龟部的道息，当然还有那把顶阶仙剑。苍龙闪击，10倍暴击。那一剑的威能很不一般，可惜了，看不到后面。加了那么多 buff， 这9个人居然1个都没死。你好狠！杀！放下那把剑！你敢！爹，宿主被杀，正在检测敌人实力，安排复活方案。爹，宿主遭遇高层次生命，无法以力破之，最终在极度的愤怒状态下获得神之华产10次。哥们，什么时候极度愤怒了？还有华产是个什么鬼？一个华产能干掉一个仙王吗？爹，宿主复活！老子上去就一个华产！男人被后手却意外获得神之华产。妙娟怎么死的？老奶奶钻被窝！太邪门了！验收。
这华场确实牛批，还剩一个，留着下次。9大仙王的身上收到了13件梯阶仙器，另外还有21件极品仙宝，将大部分仙器和法宝都他的功德达到了43万元。系统嗑药。卧槽，这仙尊都这么难升，后面的仙王可咋整？感觉遥遥无期的样子。9大高手全部被杀，这究竟怎么做到的？那把9阶仙剑有那么大威能？难道他是先帝？就算先帝手持9阶仙剑，也不能保证9大仙王级高手一个不漏全部斩杀，而且他不可能是先帝。如果不是先帝，怎么能做到这种事？先帝会被中仙界排斥，最多只能待半个时辰。那9个人应该是被3大狮王等8位高手斩杀的。这怎么会？消息说的是那神武商一人所为，没有目击者，不是吗？那8人一定是埋伏在了四周，所以9大高手才会连逃都逃不掉。至于那个嗑药的，他应该是个诱饵，本人实力应该还不到仙王。可是他之前的那一剑就已经超越了仙王。那一击让我看出了他其实还停留在原始的力量累积上，根本没有仙王层次的力量。宗门危机，却连一个目击者都没有，你不觉得这很蹊跷吗？故意隐藏8大高手的战绩，说成是那个嗑药的一己之力，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这正是他们的聪明之处。别忘了，他们买了很多仙元令，夸大自己的实力，告诉外界还有先帝实力。那将来就算他们有再多的仙元令，也没人敢抢了。小姐还真是睿智啊，什么都瞒不过她。Hello， 好久不见，丁会长可好？好，神武老祖这次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？来这还能有啥贵干？买仙元令呗。神武商上次买了3000枚仙元令，这件事早就传开了，还引起了轩然大波。您还要买？是啊，上次钱没带够，只能先买点试试水。那您这次打算买多少？那要看你们天书阁一共有多少货了。有多少要多少，难道有30万你也全要吗？您要买那么多仙元令做什么用呢？行了，这生意你明显做不了主，让上次那个美女过来主持吧。我操，我没听错吧？全部买光？那得多少仙晶啊？多少仙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买这么多，怎么保住？是啊，就算他们斩杀过9大仙王也没用，中仙界上千位仙王呢，他一家把肉和汤全部吃完了，其他人不得跟他们拼命。看来中仙界要剧烈动荡起来了。如今天书阁所有分布的仙元令一共有303621枚，你确定全要？没错，如果你们有更多的话，那就更好了。你要得太多了，我们很难做。不是吧？你们天书阁好像没限定购买的个数吧？有钱你们都不赚。这么多的仙元令全部卖给你一人，我们天书阁也会承受巨大的风险和非议。所以你是要开条件了，那就直说呗。我们想要你的一次合作机会。什么合作？悟道仙术。什么悟道仙术？神武掌门有所不知，所谓悟道仙术是所有仙王的一次重大机缘，对仙国的塑造有着极大帮助。5000万年一次，竞争非常激烈，所以很多仙王会选择联手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感情在此之前，你还真是一点都不知情啊！我们的人肯定不能白白出场，对不对？既然你有求于我们，那仙元令是不是可以免费了？免费？你好大个脸！神武掌门还是不要开这种玩笑了。在悟道仙术内，你的人同样也需要我们的力量。这并不是我们单方面有求于你，而是互相成就，希望你能明白。告诉你个秘密，其实哥非常厉害，无论什么副本都能独自带飞全场，所以这其实是我单方面付出，你不付点酬劳真的说不过去。你连悟道仙术是什么都没听过，拿头带飞呀，当我傻波一呀？你很厉害，歪瑞厉害，超乎你的想象。悟道仙术只有仙王能进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压根都不是仙王，以为我不知道？是啊，才想到这一节，他老人家可是斩杀过仙帝的，很明显，他老人家的境界不低于仙帝。只有仙王能进，想带飞还没机会。掌门，他说的倒不假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是啊，太遗憾了。要是他老人家能进，那我们什么都不用担心了。那还用你说？难道此人真有什么过人之处？
可就算我进不去，我身边这8位，外带纪云那4位，一共12人，总是能进的，对不对？没错。所以我们这是合作，是盟友，对不对？是的。既然是盟友，那你还好意思收我的钱？就算不免费，总要打个折吧？我吃点亏，打5折好了，怎么样？出来混的面子很重要啊，这是原则问题。神武掌门，仙元令从来就没有降价的先例。那就让这次成为先例嘛。对盟友如此不近人情，我不得不怀疑你们合作的诚意。那我也不敢保证，他们进去后会不会选择出工不出力。操，这是威胁吧？这种话都能当面说出来，你还是不是人？自己都进不去，还要遥控指挥不成？神武掌门，你这样就没意思了。我还觉得你们天书阁很没意思呢。之前并没有限定购买个数不是吗？是你们先用这个来卡我的，你们要承担的风险压力与我何干？一番唇枪舌剑，反复拉锯谈判之下，最终双方还真以8折的价格谈妥了。1亿年没降过价的仙元令，更是给他砍下了足足60多亿上品仙金。预祝我们合作愉快，美女，你以后会发现，这是你做出的最明智决定。哼，注意看。眼前这棵树就是只存在修仙界传说中的悟道仙树。传说有人在悟道仙树下顿悟，一朝飞行。悟道仙树也自成道果，成为圣树，但千百年来已无人得到飞仙。悟道仙树更是成为了传说。距离悟道仙树问世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该出发了。神武掌门，你真的要一起去吗？那是自然的，没有我在场，你们也玩不转啊。这里是越族的领地。越族人很排外，不怎么和外界接触。这越族人挺厉害的嘛，居然能守得住这么一块肥肉。神武掌门有所不知，越族并不强，一共也就2位仙王。那他们怎么保住这个入口的？越族这个入口只有深具越族血脉的仙王才能开启，其他人抢了也没用。怎么就没人绑了他们的族人？作为人质要挟，他们就范？那是因为越族根本不在乎族人的死活。那另外2个入口呢？另外2个入口就不像这边了，由太古仙门和魔门联手掌控，完全凭实力占据。别人打得头破血流，这越族倒好，靠老天赏了他们1碗饭。这个人到底是有多缺乏常识，居然到今天才知道这些。现在在越族的领地，这种话会让他们不高兴。希望神武掌门你后面注意一下言行。啥？还用看别人脸色？为什么不用飞的？越仙宫是越族重地，不得飞行，否则就是对他们的不尊重。不尊重又会怎样？那就进不了悟道仙术。神武掌门，我知道你的来头可能很大，但也希望你能认清眼前的形势。这地越天域的入口，只有越族能开，主动权在对方手里。那你为啥不选择另外2个入口？那2个入口已经形成了仙魔2大阵营，除非你愿意加入他们的阵营，得到他们的认可，要不然一样进不去。天书阁的。没错。天书阁一共12仙王，其他闲杂人等是谁？闲杂人等，一个玄仙，面对一群仙王和魔王还这么拽。这位是神武长老，这位是梁志超他奶奶仙王。行了，我不关心他们是谁，多了13个人，你们需要提供更多的供奉，否则不得入内。还要交费？我们早有准备。好了，10天之后就会开启，到时候选拔大会也会开。就这安排这破烂地方羞辱我们？其他人过来也是助阵，并不是故意针对我们。妹子，我为了给你的面子，憋得好辛苦啊。神武掌门，您打算怎么做？要是您准备平了越族，我们绝对响应。想想当年刚到仙界时，大家也觉得应该先赢人，结果怎么着？神武掌门那暴脾气一起来，大家立马就吃香喝辣了。只要您发话，干什么都行，哪怕与整个中仙界为敌。还是观望几天吧。现在我连入口是什么情况都不知道。不过这个越族还真够臭屁的。谁说不是呢？那个选拔大会是什么名堂？那是开启之日人数过多，需要淘汰掉一部分人。这个人选是怎么定的？有什么标准没？没有，就看越族的心情。卧槽！擅自喧哗者绝不轻饶，立即逐出。悟道仙术入场选拔大会开始。狗食、牛粪、马尼奥，你们这5000万年来对越族有保护之功，本届与下届皆可入。狗蛋，瞎说，吹小牛！你既然近5000万年来对我越族族人有恩，本届与下届皆可入。妙语、杜城、叶阳，5000万年来天书阁未曾破坏中立宗旨，堪当中仙界表率，你13人，本届与下届皆可入。
赏已毕。李白，3500万年前，我越族族人在你玄师天域遭遇不公，你有罪，不可入。冤枉啊！我根本不知情，玄师天域也不全都是我闭上书院的地盘啊！在月仙宫擅自飞行，罪加1等，5000万年后你也不用来了。陆基，你浮游谷曾拒绝我越族人进入，有罪，不可入。浮游谷是他那一族的核心禁地，就算本族妖尊，也只有少数高层能进，何况是一个外族的。特么这越族会玩啊，搁这搞赏善罚恶呢，真把自己当成中仙界的仲裁委员会了。梁山伯、朱应来、梁志超他奶奶、纪云、吴觉、明池，你12人进入月仙宫后，曾出言不逊，有罪，不可入。得，哥几个全部被光荣点名了。月无仙王，这是不是太严格了点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可否网开一面？不可。若再多言，天书阁也不用进了。嘻嘻，神武掌门还不开干嘛？嘿嘿，您老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配合的，提前吩咐啊。这口气，您肯定也忍不下去吧？哟呵！梁山伯、纪云、梁志超他奶奶，你3人言行不端，罪加1等，下一届也不用来了。你们几个被淘汰了，怎么还好意思笑？应该哭一哭的嘛！你看看人家都不满了。飞仙门神巫老祖，你擅自收集3000枚仙元令，破坏了中仙界规矩，有罪。你自进入地月天域起，前后7次出言不逊，罪上加罪。你前次斩杀的雷影仙王与我越族有一段过往，你罪无可恕，永久不可入。商哥一点印象都没，应该是上次进攻神武宗被杀的9大仙王之一吧？反正那次他开战也没问名字。大家好啊，我就是刚刚被点名的神武老祖，幸会幸会。幸会个毛啊！你都永久不得进入了，为什么还能这么得意？就在此时，神武商却干了一件令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事。就在刚刚，越族永久禁止神武商进入悟道仙术，神武商不论开始了骚。哎，你们这越族情报不行啊！我的仙元令是30万，不是3000好吗？真是太小看哥了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此人疯了吗？这几乎把中仙界7成以上的仙元令都扫空了吧？7成，你估少了，这至少占了9成。此人是闲死的不够快吗？系统融合越族血脉。我好像可以卡 bug， 时光倒流后不是又能刷震惊值？系统时光倒流。时间回到展示仙元令之前。果然越族的血脉和之前获得的55万功德都还在。系统，这什么情况啊？他们都那么震惊了。禁止卡系统 bug， 已经经历的震惊事件无法重复获得震惊值。系统也很无奈，这个宿主干别的事情很懒散，卡起 bug 那叫一个热衷。请宿主脚踏实地，不要老想着钻空子。你在干什么？快拦下他！你怎么进去的？你怎么会有越族的血脉？你绝不是我越族的族人。2个乖孙子，我这才是正确的血脉姿势，比你们的高级。就你们俩那低端的血脉之力，是误入歧途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若你告诉我们，那你永久可入。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神武掌门肯定会有手段，但着实没想到是这种，真是一如既往地让人猜不透啊！神武掌门再次创造了奇迹，这入口从今往后跟咱姓了。这个人未免太神奇了吧？他怎么做到的？卧槽，失算了，看来这玩意还需要越族的特定功法秘术才能开启。差点被你骗过去了。原来你根本不会玄阴飞跃秘术。这入口终归还是只有我们真正的越族才能开启。竟敢挑衅高贵的越族，罪无可恕。和老2位仙王动手，让我们来吧。下一瞬，他又回到了显摆完30万仙元令的一刻。神武掌门，您这……按照掌门的风格，刚刚主动展露30万仙元令，明显是要干大事的前奏。您不打算干点什么吗？干什么？整天不学好，就知道搞事。是。
那个啥，我就是出来和大家打个招呼，满足一下你们想看到明星的愿望。现在你们满意了吧？系统学习技能。都给哥回来吧！我已经看到了未来。你怎么进的祭台？你怎么会有越族的血脉？我绝不是你们越族的族人，但我的血脉比你们高级。满意了没？至于我要干什么，你们瞎吗？这不明摆着要抢占入口控制权吗？千，你以为有血脉就能开启祭月圣地吗？无论你的血脉怎么来的，你不会我们越族的秘法。你说的秘法是这个玄阴魂月吗？现在总算能顺畅的装逼了。就在刚刚，神武商占领越族秘籍路。玄阴焚月是我越族不传之秘，飞仙王得不到传授，你不可能学得到。你们越族不是很会玩吗？选拔大会搞得风生水起啊！我现在也学学你们，想进入口是吧？求我呀，让我高兴了，我可以考虑考虑。你做梦！滚出来！看来你们这两个狗东西还认不清情况啊！你们想干什么？难道你们以后都不想进去了吗？姐，现在进去还用得着你们吗？干死这两个杂碎！我看谁敢动手，敢动越族，先问过我们。就凭你们，找死！你们会不会玩？咱们可是有身份的人，两个小卡拉米还要亲自动手，岂不是太丢身价？是，神武掌门所言极是。现在该轮到哥来点了，咱也要玩玩赏善罚恶。大家不用紧张嘛，我没那么多讲究的。你们作为中仙界的道德楷模，肯定是能进的。为了表彰你们功绩，永久可入。狗屁的道德楷模，他们有毛的功绩，还不就因为他们是你自己的人吗？哈哈哈！神武掌门过奖了，我们今后一定再接再厉，为中仙界做更多贡献。就知道您老不会亏待咱，跟着神武掌门就是吃香喝辣。永久的，这让小老二多不好意思啊！你要是不想永久，那就还给神武掌门好了。神武掌门赏的，小老二岂敢不受？那不是对他老人家不敬吗？天书阁的诸位也都可以进。另外，之前还替我们掏了13份入场费，这人情哥要还，今后13届都可以进。多谢神武掌门。神武掌门此情，我们天书阁记下了。刚才越族选拔时被刷下来的都有谁来着？都飞起来让我看看。人没错吧？没错，就是他们了。掌门这是打算……哎，同是天涯沦落人啊！他们都是和我们一样被越族严重迫害过的仁人志士。如今云开日现，乾坤朗朗，我不能容忍这种不公的事情发生。你们都上来吧！多谢神武掌门。神武掌门选我啊！神武掌门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。对呀，只要选了我，将来必有厚报。将来的厚报就免了，都是嘴上说说，我更看重实际的表现。你们竟敢跟神武掌门作对！杀了他们，给神武掌门出气！你们敢！要是杀了我们，下一届自有神武掌门替我们开启入口，你们已经没用了。不可，若杀了他们，今后就只能依靠他一个人了。你们几个的觉悟很高，值得嘉奖。不管最后是不是你们亲手杀的，你们都可以进了。我来。都别抢，让我亲手斩杀他们。
还有越族其他人，老子早看他们不顺眼了。先王之威不可轻侮，这一路又是仙尊又是玄仙的，故意排泄蝼蚁来羞辱我们，该杀！没错，本老祖受了一肚子气，是吧？你们敢！剁手！玄武掌门是我亲手杀的，有人头为证。很好，你获得了连续10届进入的资格。你们都别抢啊！刚才是谁要护着越族的来着？把他们也干掉。那个神武掌门，刚才战斗时我也出了力，您看。我也是啊。刚才那入场费，您瞧我这记性，这是刚刚从越族缴获的，还没打开看呢。哈哈，你很不错，进来吧。还有我这，我搜刮了他们的藏宝殿，本来就打算献给您的。神武掌门人呢？对啊，他怎么不在？从月仙宫入口进来的，应该都会落在这里呀。爹，宿主被杀，正在检测敌人实力，安排复活方案。爹，宿主获得悟道仙术。爹，宿主复活。那我就以悟道仙术为基，铸造无上仙国，晋级仙王。糟了，神武掌门不会出事了吧？不可能，以他老人家的实力，区区悟道仙术岂能困得住？那他老人家去哪了？不会又像当年那次消失那么久吧？他没事，放心吧，他比我们所有人都好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看到了，这里已经没用了，走吧。当神武商重新回归，他将从悟道仙术出发，开启仙王的征程，再次引发一场仙界的风云变幻。你见过能在浩瀚无尽的宇宙中生存数万年的人类，而眼前这个男人竟将自己封印在这棵树上10万年。原来神武商天地始，万道为火，将悟道仙术作为仙果，突破仙。据说前蓝天域的神武宗买了3300枚仙元令，这次那边会亮一大片了。是啊，也不知道他们发什么疯。这完全就是找死的行径。出来了，出来了！仙元榜样了。怎么才这么点？数了数，这里最多也就31000多枚吧。不对，不对啊！我记得上一届至少有33万枚。那还有30万枚去哪了呢？神武宗那边怎么也一片暗淡？不是说他们有3300枚吗？是啊，那些仙元令去哪了？小道消息，听说30万仙元令都在一个人身上。商哥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整个中仙界的焦点。这种光芒会持续整整1个月，为的就是提醒周围人，此人身上有仙元令。然而商哥不知道，难道是因为哥晋升仙王，气质产生了蜕变，天地规则都无法淡定，所以给了我一个随身光环特效的奖励吗？果然，主角的待遇就是不一样。这个特效真特么太给力了，完全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啊！哈哈哈，大家不要太激动，谢谢大家对我的厚爱，再会再会。啊！这特效这么骚的吗？大家都追着我不放，大家慢点飞，万一发生车祸就不好了。想不到自己来中仙界不久，就有了那么一大批疯狂的私生饭。按照原计划，他是打算用传送阵赶路的，现在他改主意了。这么拉风露脸的好事，嘿，这种赚功德的好事，岂能随便错过？他干脆不用传送阵，全程都用飞的。后面的粉丝，你们好吗？下面的观众，一起嗨起来啊！这家伙疯了吗？看那金光的剧烈程度就知道，他身上有数量极多的仙元令，居然还敢这样大摇大摆的。终于出现了，那个神武老祖回来了，一定就是他。看来传言没错，30万仙元令都在他身上。能进悟道仙术的，肯定是仙王了。你我能抢下来吗？怕什么？他已经是众矢之的了，地上他的肯定也会有其他仙王。等到停下来后，势必还会有一场大战，不如等到双方2败俱伤，再去捡便宜岂不美哉？卧槽，他到底要干什么？完全看不出目的地，他似乎在故意绕圈子。他在耍我们吗？岂有此理！怎么还没人把他拦下来？难道仙王和魔王们还没出手？不，我听说已经至少有上100位仙王都出动了。那他怎么还在飞？
此人究竟要干什么？他的飞行速度似乎已经接近了先帝层次。这怎么可能？就算将速度规则修到大圆满，也不可能和先帝媲美吧？也只有这样，才能解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人能拦住他。不出意外，整个中仙界没有谁能追得上此人，包括在座的你我。这也太不可思议了！难道这就是他敢买下30万仙元令的原因？因为速度极快，随时能逃得掉。他不会就打算这样一直飞下去吧？不至于吧？他买了那么多，肯定不会是给一个人用的。不错，他迟早会停下来。其实只要去神武宗等他就行了，他最后一定会回去。哼，30万，真亏他敢想，也不怕撑死。目前盯上他的人很多，静观其变。你见过在人来人往的大街上有个1个月的人吗？而眼前这个男人每天绕着地球3圈。原来这是别人的月，靠10个月内10里。这特效咋不是永久的呀？才爽了这么点时间，就又要被迫回归平凡的生活了。系统嗑药。5 hours later， 这特么怎么可能啊？搞错了吧？仙王有这么难升吗？操！他居然真的硬生生挺过了这1个月。仙元令出了那么多届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嚣张的，可恶啊！就没个人能管一管这个妖怪吗？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，仙元令彻底归于暗处，不再显露。是啊，暴露时都抓不到他，现在就更不可能了。那可是30万了呀，这个天杀的！等一等，你们看，他居然停下来了。什么？这又是怎么回事？他在干什么？好像在发呆。不是吧？我怎么感觉他是故意停下来嘲讽我们？你们还在呀？看在追了这么久的份上，我就勉为其难的给你们签个名吧。妥了，这下他插翅难飞，速度再快也出不去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圈场子吗？你这个月逃得过快啊！现在看你还拿什么跑？交出所有仙元令，否则你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杀了他便是。这么多人还讲什么条件？就是追了那么久，老夫恨不得将他碎尸万段。这特么就有点尴尬，自己还得意了足足1个月呢。原来是为了仙元令啊！一群没眼色的家伙，老子身上的魅力全都视而不见，偏要追求那些破令牌。行啊，那就都去死吧！那是什么？发生了什么？怎会如此？那边发生了什么？相隔如此遥远，还毁掉了这件仙宝，断绝了窥视，究竟是何等伟力？又是刚刚神武商店，好几家伙只是悟道仙术，那是悟道仙术。悟道仙术怎么会在你这里？你对仙术做了什么？你这个疯子，竟然把仙术练成了自己的仙国核心。你们管得还真宽。不，住手！放我们一条生路。特么的，
不是来捧场的，还那么多废话。还行，果然还是战斗上分最快，让更猛烈的暴风雨来考验我吧，哥承受得住。此人怎么还活着？其他人呢？这个人竟然把那35名仙王连带着数千名仙尊全部干掉了，他怎么做到的？我操，这是一脚踢上的铁板。此人绝对不是仙王，他莫不是个先帝？没有，我们哪敢跟前辈您战斗呀？是呀，我们绝不会和您为敌呀。前辈您忙，我们这就走。我让你们走了，那你们跑来干什么？难不成你们要告诉我是来观光旅游的吗？我们不是来和您战斗的。对，我们其实是太仰慕前辈了，所以忍不住赶过来见一见您的英姿啊。仰慕？没错，前辈的实力通天，绝对是中仙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存在。是极，如此人物，若失之交臂，岂不悔恨终生？萧老儿来这是为了见一见前辈，将来也好给那些徒子徒孙夸耀一番。夸耀什么？夸耀亲眼见过您英伟不凡的真颜，这是小老儿此生最大的荣幸。对，现在终于见到了真人，小人死都无憾了。前辈若要杀，那便快杀吧，能死在前辈的剑下，那也是晚辈的荣幸。自得其所，快哉！明知道是敌人，还真有点舍不得杀死他们了。这么说，你们都是我的仰慕者了？包的，能成为前辈的仰慕者，已经是三生有幸。是吗？既然都是我的仰慕者，那我也不能没点表示了。前辈太客气了。对了，这让我们怎么好意思呢？对自己人，我向来很大方。他们都是仙尊仙王，区一枚仙晶又算得了什么？怎么着？你们嫌弃这赏赐太少？没有，前辈的馈赠宝贵之极。这仙晶大有玄机，非同寻常啊！这里面一定蕴藏了无上大道，足可让晚辈参悟一辈子。小老儿决定了，从今往后，这枚仙晶就是本门正宗之宝。我给了你们宝贝，你们是不是该给点回礼了？怎么礼尚往来？看来我要一起来当一当这污浊的世道。那前辈需要什么样的回礼呢？这种事情你们还要问我，那岂不是显得我在想要索要东西吗？难道我是那样的人？难道不是吗？你分明就是在打劫啊！这当然不是前辈您要的，是我们主动给的，我们太仰慕您了。是啊，就算您不要，我们也不好意思不给啊。这才像话嘛！反正6阶仙气以下的垃圾，这也不好意思拿出来侮辱我。其他的，你们看着办吧。前辈，我们现在能走了吗？就在此时，远处却飞来了数千股地。你敢信？宗门掌门人竟然邀请外敌攻打本宗，不仅给每个敌人分发武器，而且还关闭护中大阵，他们待用。要动手，那就试试吧。今日他平生武宗，这么热闹呢？您老可算回来了，祖师爷啊，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！竟有此事，你们就是围攻我神武宗的人。神武老祖误会了，我们就是路过。不远万里跑来这里，你特么是路过？我们其实是来保护神武宗的。我们听说神武宗有30万仙元令，不远万里来到此地，就是为了保护神武宗不被那些宵小之辈趁火打劫。这种事我们觉得不算什么，是每个正直仙人都应该做的，没必要宣扬，所以就说是路过。是啊，现在您回来了，我们的使命结束了，也该离开了。这都是他们的一面之词。行了，人家干好人好事，怎么能这样说别人呢？哈哈，神武老祖果然深明大义。既然已经没事了，那我们就先离去了。别急着走啊，我还没感谢你们呢。不用了。用的，真的不用了。神武老祖太客气了。没有，你们应得的。我们做好事不图回报。告辞。
恨不得不给面子是吧？阿正，我们没有啊。都说了要感谢，你们还推三阻四，看不起我吗？不敢不敢。不知神武老祖要怎么感谢我们？我决定了，免费帮你们保管储物袋和仙器，作为对你们的感谢。哈哈哈，神武掌门说的对，你们可千万不要拒绝啊，否则就是不给神武掌门面子。不用了不用了，其实我们还是能保住随身财物的。是吗？你们确定能保得住？既然这么有自信，那要不我们演练一下试试？靠，你亲自来抢，我们当然保不住啊！你直接说杀人夺宝得了。不了，您老说的对，我们确实保不住。应该的，你们也不用太感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有劳神武老祖了。好一个神武宗，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强盗行径，真是人神共愤。神武长老，你未免太过了。老陶，你是来拉偏架的吗？你先是独占30万仙元令，后又屠戮众多仙王仙尊，如今又敲诈勒索，实在令人不齿。哦，是吗？那又怎样呢？你要出手吗？主持公道，光用嘴可是不够的。来，让我看看你有没有那资格。且慢。莫非你不想飞升上仙界了吗？啥意思啊？我飞升上仙界还要经过你同意？你该知道，我无极洞天再上仙界有3位无上仙帝坐镇。所以呢，我现在要杀你，他们能下来救你吗？不能。那你说个毛？好得很，这可是你逼本做的。将神符，祖师爷，千万不能让他点燃此符。若你刚刚阻止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而现在已经晚了。法则灭尽，众生皆为灵。我操！准帝降临了。看来上界对此人非常重视，不光降下了法则，还有准帝亲临。哈哈，这次彻底稳了。是他，竟然是他！完了！陈州仙王竟然是他！不，现在应该称呼他为陈州准帝了。神武宗是我在中仙界最后逗留之地。掌门，千万要小心此人，他很可能比那九焰仙帝还危险。是吗？您老可别把他当普通准帝看待，当年他还是仙王时，我被他挑战过，您猜怎么着？你输了。岂止是输，他只用了2剑。哦，一剑破万法，一剑消仙国，那一战害得我元气大伤。那我比你好多了，我当时扛下了3剑，第4剑才落败。滚一边去！陈州前辈，此人屡次破坏中仙界的规矩，还望您施展雷霆手段，抹除此患。你想怎么处置？最好能将此人擒下，我观他浑身都是秘密，定有天大机缘在身。建议将此派彻底覆灭，斩草不除根，春风吹又生。我操，你们太狠了吧！真他妈小人得志便猖狂。还有，这12人都是他的同党，最好一并解决。那就杀了他们吧。好。不，陈州，你疯了吗？你难道忘了自己是谁，忘了自己是哪一门的吗？无极洞天栽培了你，你怎可背叛本人？昔年加入无极洞天，只是为了获取剑道典籍，我的成就并无你们之功。什么？你这叛徒！你怎可如此？他给了你什么好处，让你如此？他造就了我。
今日就要清理门户，铲除你这个叛徒。心有雷霆。无视先帝的法则影响，强行施展威能，一力破窍，这就是准帝级别的战斗力吗？吾当年来此，并未挑战神武宗仙王，只是来询问您的行踪。你倒是有心了，想不到你这武侠模板的主角，竟然也能有如此之高的成就。这位陈州准帝，他当然是认识的。昔年还在下界时，商哥刚刚成立神武宗，特意邀请了一些周边修士前来赴宴，其中最离谱的一个是被应雪儿请来的白羽剑圣。此人虽号称剑圣，但只是个会武功的普通人，根本未曾涉足修仙这一领域。那次赴宴为我打开了修仙的大门。那储物界黄登登的，只是低阶灵气而已，放在仙界都会被别人当成垃圾，但从表面光滑到了反光的程度，就知道它的主人曾无数次摩挲着它。赠过四宝之恩，至今难忘。哈哈哈，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。对您是举手之劳，但对我却是再造之恩。若无您，我不过人生100年，早已成一抔黄土。你怎么改了名呢？要不是亲眼见到，我还真不知道是你。吾原名白沉舟，白羽是当年的外号。原来是这样，上仙界现在什么情况？我那些徒子徒孙还好吗？他们的处境不太好，遭到了仙魔2道的围攻，死伤惨重，目前在。喂，老兄，你把话说清楚再走啊！老兄，你拍电影的吗？说话说半截没了，好歹告诉我他们在哪呀？早知道一开始不寒暄，直接进正题了。你们刚才似乎是站在无极洞天那边的。没有，绝对没有，我们从始至终都是站在您这边的。我们太阴宫向来与他们无极洞天不合，绝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。可刚才他们到来时，你们还欢呼了。神武老祖误会了，我们那是看到他们自投罗网，所以情不自禁的欢呼。没错，那是为正义即将获胜而欢呼。就是无极洞天横行霸道多年，早该被灭了。是吗？难道不是因为看到无极洞天过来，觉得可以不用交出宝物给我？又劳了神武老祖，老朽的财物便交给您保管，希望您不要嫌麻烦。还好。神武老祖，这是我的。将这全部换成丹药之后，他从4品仙王升到了6品。这也太坑了吧！仙王这么难升的吗？看来确实是要早点去上仙界了。中仙界的舞台不够大，已经无法承载我的逼格。眼前这个男人将中仙界所有仙元令都买空，引起中仙界集体众怒。不料神武商以一己之力镇压。击魂老祖，请您尽快出面吧。是我，如今只有9星魔殿才能制住此人了。若您请渡上仙界列位魔帝，此疗必定伏诛。回去吧，此人活不了多久，上仙界将会是他的坟场。击魂老祖，您不能不管。 9星魔殿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，整个中仙界都在看着您，必须要将他灭杀在中仙界，如此方能绝了后患啊！上仙界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他上去。你们放心吧，他必死无疑。众魔面面相觑，听这意思，你联络过上仙界啊？那上界魔帝就放任他继续嚣张横行吗？是我，他还占了30万枚仙元令呢。因为他。 如今我们这些徒子徒孙都无法飞升，能不能再联络一下上界魔帝，让他们早日降下雷霆手段？都给本老祖闭嘴！仙元令又不是只有这届才有，这届上不去，还有下一届。你们都是活了几亿年的人了，10万年还等不了吗？一点都沉不住气，都给我滚！想不到神武宗还有秘密，更想不到陈州主也是他的人。 陈州没有，无极洞天那3位起风了，正在追杀他。这神武宗还真是藏得极深，到处都有他们的人。是啊，这次必须要将他们斩草除根。你是想要他的机缘吧？若他落在紫霄台，那便由我们先到这边出手；若落在灵池，那便由你们魔道内上。 没问题，本帝很想见识一下这个人究竟有什么妙处。手持仙元令飞升后，会落在上仙界的2个接引点。都出来，开会了！祖师爷，您召集我们有何大事？难道是上仙界有消息了？还是又有敌人来袭了？
瞎猜什么呢？我找你们是为了仙元令。啊，我们不是都有30多万枚了吗？应该远远超出了吧？是啊，就算想继续买，也没人买了。难道你们就不奇怪我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吗？众人疑惑，神武宗也就14万人，买30多万没必要啊，不是浪费仙金吗？我买那么多是打算用来出售的。出售？看来你们天天忙着修炼，真是一点生意头脑都没有啊！山哥叹了口气，眼神那叫恨铁不成钢。谁告诉你们我要原价出售了？咱又不是做慈善的。难不成？没错，高价出售。现在仙元令已经被我垄断了，成了独家资源。要不然你们以为我吃饱了撑的？如今就算我提价，那些人也不得不买。众长老满眼呆滞地望着他，一时间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别人的祖师爷都是常年闭关不理俗物的那种，咱这祖师爷还真是接地气呀。那您打算定价多少呢？30万，这个价格是不是高了点？是呀，好像有点过了吧？30万，难怪你们一直没干成什么大事，这眼界和胃口也太小了。我说的是300万。我操！300万，这是不是太过分了？可是这么贵，恐怕没人会买吧？是啊，外面那些人也不傻，不会当这个冤大头的。这届上不去，他们大可以等下一届啊。行了行了，你们只管把消息散出去就行。另外再告诉外界，但凡在我这买仙元令的，直到飞升之日，一直都有我罩着，绝对安全。谁敢抢仙元令，我灭谁！我操！他疯了吗？300万，他怎么不去抢？掉进钱眼里了吧？就是田叔各买10万，他涨价29倍，这简直就是强盗行径。难怪他要买那么多，搞了半天是为了大赚一笔。这个人的心已经黑到极点了。不，他根本就谋心。不买，坚决不买。真是没想到，他竟然是这个打算。他这是把我们当傻子耍了一遍啊！咱们田叔的大爷一辈子，这次被噎住了呀！这生意也只有他能做了，罢了，就当还了他一部分人情吧。假如牛肉从71公斤1公斤，会发生什么？就在刚刚，你以为能让人飞升上仙界的仙元令从10万原石涨到300万。不买不买，坚决不买！抵制他，不能让这种黑心的人得逞了。对，大不了这次不飞升，还有下一次。让他的仙元令烂在手里，亏死他！只要我们中仙界所有人都团结起来，他一个都卖不出去。气死他！大家一定要同心协力，这是一场战争，这场战争关乎着在座各位的颜面。谁要是妥协了，那就是逃兵，会受到无数人唾弃。绝不妥协，绝不妥协！父亲，您交代我们卖的东西都卖掉了，换来的仙金都在这里面。父亲，这样值得吗？是啊，这次您连自己的佩剑和法宝都卖掉了，也太下血本了吧？当然值得，无比值得，总算凑齐了300万仙金。上仙界终于对我敞开了大门。可是，您不是一直都说那300万的价格太贵，根本不值得吗？对呀，您不是还告诉其他人不要买吗？愚蠢！那些话是说给别人听的，你们两个难道也不明白吗？这次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和以前完全不同。错过这次，下次还不知要等到何时。为什么？因为安全。你们想想看，为什么那些太古魔门和仙门这次都不吭声了？他们被那神武老祖打服了，整个中仙界没有哪里比他身边更安全了。买了他的仙元令，就等于是提前大半个身子踏进了上仙界。这样的机会，我怎么能错过？光是他的保护，就能值那300万仙金了。那您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，出面鼓动其他人抵制购买呢？是啊，这要传出去，您不是会被人嘲笑出尔反尔吗？你们两个还真是目光短浅，仙元令的数量有限，我不想办法打消其他人的念头，就会多出一批竞争者。何况后面变卖仙器法宝凑仙金的人一多，这些东西会跌价的。好了，我要赶紧上路了，你们两个今后好好保重吧。我若成就仙王，将来会想办法下来看你们。跨越千山万水，
尘火仙尊以最快速度到了前蓝天域神武宗。仙尊他也经常批评过商哥的行为，表示非常不耻。我操！好巧，巧了不是，我就出门散散步，碰巧路过这里。我操！你们要购买仙元令，仙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你们祖师爷呢？这买卖当然不用祖师爷，他亲自出面啊。那你们神武宗的主持人呢？快点交易吧。我们就是主持人啊。什么？开什么玩笑？你们神武宗是在耍我们吗？这仙元令这种宝贵物品，让他倾家荡产的幸运，对方居然就有2个真仙来负责交易，这也太随意了吧！你们的仙晶呢？诸位是打算离开，还是打算住在我派别院？还是住在贵派别院吧。有劳了。尘火仙尊住就发现这附近已经有上千的仙尊。幸亏我来得早，这要是来晚了，怕是就真赶不上了。肯定卖不掉的，你们就等着瞧吧，他能卖掉3000枚都算我说。可是我听说已经有上千名仙尊进去后没再出来了。这只是一些钱多烫手的傻子，这种人毕竟是少数。没错，等这批人过掉之后，神武宗外就会变得门可罗雀。别人不知道，反正我肯定不买，等10万年又不会死。没错，我也绝对不买，坐等看笑话。恨不得怎么会有那么多冤大头？那些人是脑子抽了吗？那么贵还上赶着去送仙证？我听说木离仙尊都进去了。是那位200万年就突破到仙尊的绝世天才木离仙尊吗？除了他还能有谁？不会吧，他的师尊不是朝元仙王吗？对呀，有仙王当靠山，还用得着买神武宗的仙元令？仙王也弄不着仙元令啊，现在根本就没货。孙，你们的消息都落伍了。就在刚刚，天象宗所有高层和后备天才，一共63人，这次要一起飞升了。卧槽，他们疯了吗？那得多少仙晶啊？不到2亿，堂堂一个宗门还是能凑出来的。不是，我更关心天象宗今后怎么办。对呀，这宗门高层和顶尖天才精英全部走了，留下来的人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天象宗高层显然也不打算要这基业了，能飞升上仙界再说，至于剩下的人，自生自灭吧。据说很多天象宗弟子已经开始转投周边其他宗门了。恨不得，这也太狠了吧！疯了，都疯了！这些叛徒，正义绝不会输。他们屈服于卑鄙张家的神武宗，我耻于同他们为伍。没错，他们不配称之为仙人。当仙元令被垄断会发生什么？原本10万1枚的仙元令硬是……奇怪的是，买的人不仅没减少，反而还变多了，而且人们就算是倾家荡产也要买。照这个势头，就算涨价也还是会被抢购啊。依我看，就算涨到400万都能卖掉。是啊，早知道还能定得更高呢。可不能这样，这会败坏他老人家的名声。就在这天，第16万枚仙元令卖掉，剩下的14万枚仙元令正好对应神武。仙元令已经售罄。我操！什么？卖完了？那我们怎么办？对呀，老朽不远万里，跨越96个天域，终于赶来这里，结果白跑一趟。你们不是还有仙元令吗？刚刚我都看到你收回去了。对，为什么不卖了？诸位，我神武宗有14万名门人也需要仙元令，我能理解诸位失望的心情，也希望诸位能理解一下我们。认真掌门，老朽为了这仙元令，可是连随身仙器法宝都变卖了的，完全已是孤注一掷了。这次若是买不到，你让老朽以后还怎么活？对呀，我们绝造宗可是把宗门驻地都卖了，就指着这次能飞升上去，后路都绝了。这要是买不到的话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快去请老祖！怎么回事？神武老祖，您老能不能行行好，再卖一瓯给小老？是啊，要是这次买不到，我们这绝造宗都没有立足之地了。你们也知道，我神武宗那么多门人，神武老祖啊，求求你了，卖一个吧！
小老儿给您磕头了。哎，我这人心软，也见不得你们沦落那般境地。也罢，那就再卖点吧。多谢神武老祖。神武老祖真是中仙界第一大善人。祖师爷，这要是卖给他们的话，咱们自己人可怎么办？是呀，多卖一个，咱们的弟子就少上去一人啊。你们不要那么狭隘嘛，大家都是可怜人，自己人苦一点就苦一点，不能寒了大家的心了。神武老祖，您这真是太让我们感动了。但是你们也听到了，每卖一个就意味着我们少上去一个弟子，所以后续的仙元令要收点损失费。感情铺垫了那么久，就是为了涨价呀。你早说啊，害我刚刚还磕头了。你们怎么都不吭声了？要是不理解的话，可以不买。理解理解。那神武老祖打算卖多少？这个嘛，就涨100万仙金吧，咱也不能太黑。神武老祖，能不能便宜一点啊？是啊，我们不够啊。不过我也没办法，本老祖要给弟子一个交代，不是？什么？居然还敢涨价！我操，300万已经高到离谱了，没想到还能更黑。此人疯了吧？为了赚仙金，连他本门弟子的飞升机会都给卖掉了。这样的宗门老祖也未免太薄情了。商哥理所当然的被无数人骂上了天，荣获黑心仙王的封号。再买一点吧。是啊，再买一点吧。我们好不容易才赶来，能不能破个例？哪怕多卖1枚也行啊。没有了，诸位，真的没有了，多卖5万，已经让我神武宗5万弟子无法飞升了。希望诸位能理解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能不能让鬼派老祖出来说2句？没准他老人家还愿意卖呢。诸位，我非常理解大家，但是为了腾出那5万仙元令，我派外门弟子已经失去了用仙元令进入上仙界的机会。如果再卖下去，那我派内门弟子那份可就都要没了。神武老祖，再买点吧。内门弟子还年轻，他们还有无限机会呀。对了，我们可就指着这一次了。不行不行，外门弟子那份也就算了，内门弟子这份绝不能再卖了。大不了我们再多出点，补偿鬼派内门弟子。450万，您看怎么样？这不是价钱的问题，真不能卖。500万，老祖啊，这已经是我全部的家当了。好吧，既然你们如此急切，我再不成人之美，也未免太不通人情，那就500万吧。老祖仗义，老祖太厚道了。什么？又涨价？无法无天，这完全就是无法无天。这种卑鄙无耻的行径，就没人能管一管吗？怎么管？谁敢管？短短3天，这批仙元令就再次告罄。众人也知道他的节奏了，直接就说我们愿意出600万。于是神武老祖心头一软，忍痛再次割让3万门，拿出来回馈大家的厚爱。这次涨价，外面已经不怎么震惊了，大家都习惯了，也早猜到了。诸位，我们自己也只剩1万枚了呀。商哥这话才刚起个头呢，许多人就非常上道的帮他补上了。我们出800万。对，我们出800万。这一次商哥没有点头，因为800万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哪里？难道飞升上仙界是个阴谋，是个局？我不信。修炼3500万年，落得如此下场，我不甘。我们什么都没做，为什么？诸位，如今仙元令所剩无几，许多人因为路远，赶不上这次售卖。我要是现在就买光了，岂不是寒了他们的心？那神武老祖，您打算怎么卖呢？我打算8年后搞一场拍卖，大家公平竞争这最后一批仙元令。当然，我本意也不想再涨价了，低价就定为700万仙金吧。我操！在场所有人这一刻都有了强烈的忧伤感，他还故意把时间定在了8年，这分明就是给时间让你们透仙金。中仙界的地主都要为他发起。他不打算带神武宗飞升了吗？是啊，再卖的话，神武宗自己的人都上不去了。他这是想干什么？这家伙不会是打算继续留在中仙界，等下一届吧？不是吧？照这样下去，他一直留在中仙界不走，每届仙元令都能卖一轮。这是活脱脱的中仙界一霸。
下届不能再卖那么多给他了。对，不能卖了。你们想多了，那倒不至于。这次飞升之后，先帝就能下界了，所以他肯定会上去。老祖，您真要把仙元令都卖完啊？不然呢？这么好的赚仙晶机会，错过后悔一辈子，懂吗？咱当然知道赚得多，但哪有卖东西卖到连自己的底裤都不留的地步？那我们怎么办啊？卖完了的话，我们都上不去了。放心吧，你们都能上去。难道你们还信不过我的实力吗？拍卖会结束后，外界算了算，愕然发现神武宗好像是一枚仙元令都不剩了。神武宗一个都不飞升了吗？竟然全都卖了。他们不会是真的打算等下一届吧？没有下一届了，这届过后，先帝肯定下来干预。我倒想看看他们赚了这么多仙晶，到时候怎么保住。将仙晶换成功德之后，足足有了1亿2000多万。仙王男生又如何？咱赚功德的速度快，谁也挡不住啊！将这些功德一股脑全部换成功德，他很久没有停止过的，终于从6倍仙王冲到了8倍。如今这个境界，再去见见小韩、小宁那群弟子，应该不丢脸了吧？哥在他们心目中崇高的形象，可不能崩塌了。终于，飞升之日到来。想不到我真有飞升的那天。神武老祖还真是讲信誉啊！没错，这价格虽然有点贵，光是9年风平浪静没人抢就很值了。上仙界，老夫来了。诸位，来日成就仙王再聚。将来相会之日，希望大家都已是上仙界一方巨头。他们真的上去了，羡慕啊！要是我们也能上去该多好！我们的仙元令被他们买走了。少说2句吧，老祖自有安排。他们都飞升走了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们飞升了。他一直拖到现在，也是因为一开始承诺了要保那批人9年不被抢，要不然卖完那天就可以走了。啊，怎么飞升？别说仙元令，就连接引金光都没了。仙王去上仙界，本就不用什么接引金光，你们忘了吗？可我们不是仙王。忘了告诉你们，本老祖修炼的仙法之中，有一门为玄机道场，可承载外人进入。什么？原来老祖还留了这一手？咋不早说啊？害得大家心脏扑通扑通的跳。我早就料到老祖有后招了。必须的，祖师爷他不可能没点安排，从一开始他就没忘记我们。原来只是做戏的外面看高明。你们几个之前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怨言可不少呢。胡说八道，有证据吗？掌门，您把他们收到哪去了？我的道场里啊，只要我上去了，他们就能一起上去。梁三伯等人表示自己真是闭了狗，早知道这么轻松，直接将自己的整个幽盟都搬过来好了。好了，你们几个是进道场，还是自己飞升？我们当然要继续追随掌门啊！没错，继续跟在您老人家身边，聆听您的教诲吗？我有个屁的教诲啊！想蹭大腿就明说。另一边于是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。神武商一行人飞升到上仙境，你给我的叫！喂，哥们，有个问题要问你，你可知道神武宗在哪？你要是能告诉我，这些仙晶就是你的。喂，别走啊，嫌少我可以加价呀。卧槽，上仙界的人这么富有的吗？这都看不上。刚刚是你在问神武宗的下落。是啊，你知道他们的情况吗？告诉我，这些报酬就是你的了。这么说，你和神武宗很熟了？非常熟。是吗？那你一定和那批余孽有联系。那批余孽在哪？所以你们也不知道？那你们还避个毛线？真是浪费老子的感情。搜魂得知这里是无极的体室。那我们先去无极洞天吧。掌门，还请三思啊，此举很不妥。没什么不妥的，咱们初来乍到的，穷的叮当响，不得先挣点路费吗？
别人还没过来问罪，你先去灭别人的门，简直比强盗还强盗啊！珠星盘怎么亮了？熊大和熊二被杀了，什么？谁干的？胆大包天，当猪！他们陨落前传回的消息里说是神武宗的同党，竟然是那批余孽吧？老祖们已经去斩草除根了，现在又碰到他们的余孽，真是天要亡他们！怀义准地，托梦准地，兰陵准地，你们三位一起带人去一趟吧。据说那边就10几个人，出动3位准地，这是不是太大张旗鼓了？对付神武宗余孽，不可掉以轻心。也是。这里就是了。掌门，咱们现在回去还来得及。何方宵小，胆大包天。原来是神武宗余孽啊！什么？他们就是那群神武宗同党。老实说，他们也被商哥这操作给可能了。你杀了我们的先王，为什么还能一副寻仇的架势，主动打上门来？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我闯进来。老陶，我问你，你可知道神武宗其他人在何处？南陵准地活了上百年，早已心如止水，但现在他莫名的想要冒出来。你想知道，那你就去地下陪他们吧。看来你是真知道了，那就行了。系统升级，读心术，原来在蒙古。那是什么？悟道仙术。我的天啊！悟道仙术怎么可能成为仙国核心？感情这背后的罪魁祸首就是您了。那你平时听到我们谈论时，还一副我什么都不知道的表情？过分，太过分了。这不可能！这是何等仙体？道兄，吾等助你一臂之力。柔人，一起上。真这么硬？影子灭掉了，此人实在太可怕。神武宗怎么会出这等妖孽？幸亏他自投罗网。宿主被杀，获得一次进入里世界的机会，时效1分钟。你们是他的同党，也是神武宗的吗？说出一切实情，否则去拿仙魂永世折磨后的轮回。天，这是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是刚刚那人？不，这是幻觉，这不是真的。要是能多待一会，该有多好啊！神武掌门，这都是您老干的吗？没错，我只需略微出手，便已是这个世界的极限。溜。好了，咱们该启程去妖界了。不，这不可能。
谁干的？谁敢如此胆大妄为？究竟是谁？是武松干的。我出来。站住！你们是谁？可有仙盟的通行令牌？通行令牌？商哥当然没有，他正在这寻思着，是不是要一路杀上去。哦，原来是无极洞天的前辈大能。不知前辈来此所为何事？莫非是有大的进攻行动啊？这也是你们能打听的，还不快让路！误了大事，唯你们是问。没有通行令牌不得上去。难道你敢不给我无极洞天面子？无极洞天？山顶区域乃重地，任何宗门都必须要有首令。如果前辈来的匆忙忘了带，卑职可以去请示上级。那你去请示吧。掌门，我们可能已经暴露了。我看对方眼神不太对。无所谓。眼前这俩人，前脚刚收完保护费，后脚就摇人来揍打。就是他们，他们就是冒充无极洞天、图谋不轨之人，请元虚准帝大人出手，将他们拿下。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冒充的？你可知我是谁？我正是无极洞天门人。你们刚刚所用的身份玉牌，分明是我逆光师叔祖的。他老人家的身份玉牌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你们手里？还不快从实招来！你是这里的主事人？不是。那你是在命令我？卑职不敢啊，只是觉得他们是敌人。我看你敢得很，自作主张，越权指挥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若人人都像你，那规矩何在？那些仙王觉得理所当然，你一个仙尊，在准帝和仙王面前，哪有你发号施令的资格？武力党啊！你们真的是外戚奸细，要图谋不轨吗？是啊是啊，我们正是敌人呢，你想怎样？我们是敌人呢，你倒是快出手啊！妈的，该死的臭魔修！你们是要束手就擒，还是打算负隅顽抗？那当然是要大战一场喽！你们确定吗？确定的不得了啊！老子是准帝，你们这几个渣子不怕死？你觉得呢？有他老人家在，我们觉得一点问题都没有。杀了他们，竟敢对元虚准帝不敬，真是反了他们！明明是奸细敌人，还那么嚣张！都给我闭嘴！你们真的不打算束手就擒吗？好吧好吧，我们被你擒下了。好了，敌人都被我设服了，我这就要带着他们去严刑伺候。你们都回到各自的防区，不得擅离职守。这就算停下了吗？为什么我们看着有点不太妥当的样子呢？刚才那几个人对你好像极度不敬啊。怎么着？你们是信不过我的实力，还是也要抗命不孙？不敢不敢。凌凌与元虚拜见掌门，1年了，小老儿终于又见到您了。这也是刚才纪云等人毫不担心的原因。对面最强的头领是熟人，还怕个毛？不错不错，好久不见。苦等那么多年，还以为年老已经遭遇不测，今日的见，总算放下心头大石。大胆元虚，你竟敢咒神武掌门死！就是其心可诛啊！神武掌门以后不要带他了。你们几个休得胡言乱语，诋毁老夫！我对神武掌门的忠心天地可见，真当老夫不敢杀你们吗？刚刚若是没有神武掌门，定要将你们几个阿杂货色给挫骨扬灰了。好了好了，该办正事了。神武掌门这是要去妖界找您的门人吗？不错，有我配合放行的话，要过去倒也不难。只是什么？妖族那边可排外，恐怕不会接纳你们。除了常年中密做生意的天书阁，其他族群是进不了妖族的。还有这种事？那我那些弟子怎么进去的？那是因为金龙王敖阳的引荐。原来真是因为他。
幸亏有他庇护了，否则你那批弟子怕是会全军覆没。既然有欧阳在，那我们一样也能进入金龙一族啊，还担心什么？难不成他还会排斥神武掌门不成？欧阳当然欢迎神武掌门，但最近他为了准备万妖大会，正在闭死关。商哥也懒得问万妖大会是什么，他现在只是在考虑要不要一路杀到自己那帮弟子面前。但他们这些年在妖族的地盘上避难，自己对妖族大开杀戒，有点说不过去啊，所以这个方案只能先放弃了。哦，有了！男人身为龙帝，却被普通人抓，不仅修为低败，而且还跟另一只因男人想要救出自己的弟子。元旭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刚抓到几个奸细，打算在这里处决。在这处决？不错，这也是要给对面的妖族立威，当着他们的面斩杀，让他们知道我们仙族不是好惹的。不错，吓吓那群妖族，用奸细的血来洗刷仇恨。立威，立威，立威，立威！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每一片鳞甲都闪烁着摄人的气势，在那绵长如山脉的脊背之上，有着数道醒目的紫色纹路。仔细一数，竟然是9条。我操！9纹苍龙，这他妈怎么可能？苍龙一族那边唯有达到仙帝层次，才有可能拥有9纹啊！龙族的血脉需要一步步修炼才能圆满，所以一般只有龙帝才有9纹。而商哥不同，他还是仙尊时就已经满级苍龙血脉，也就是说，那时候他就已经是9纹苍龙了。没办法，9纹苍龙在他们下意识里是龙帝亲人，再不跑等死吗？演个戏而已，下手真黑暗。放走普通的苍龙，那些仙帝追究下来还不好交差，但现在是龙帝级别的苍龙，自己败退再正常不过，完全不会被怪罪。嘿嘿，杀呀！追随苍龙大帝，灭了那些仙人！哥们儿，咱就是演个戏，你们还真以为要打仗啊？何况咱也不是龙帝啊，连准帝都还不到呢。传言中很排外的妖族，现在见到他冲过来，全都集体让路，没一个敢挡在前面，甚至许多妖族还主动行礼。请问您是？哦，我是苍城，之前一直流落在外，现在终于回到组织了。流落在外，这他妈可是9纹苍龙啊！嗨，那欢迎欢迎，欢迎您回来。这些人是？这些人啊，都是我以前在外闯荡时收罗的部下。部下，真不愧是您呐，竟然能收服如此之多的外族作为仆从。即便流落在外，那也是9纹苍龙啊，无论在哪都是最至高无上的。他们与我共过患难，不能算仆从，算是自己人。没错没错，说得对。你们是苍城的自己人，那就是我们整个妖族的自己人。今后欢迎你们来我狼族做客。我苍苍天才后辈在何处？苍级前辈在我这呢。真的，竟然是真的9纹，好，太好了！老人家，你要不要这么激动啊？我不是你失散多年的孙子。哈哈，苍穹前辈，您不是常年不出的吗？这次也忍不住了。来看看，很好。苍穹，我们苍龙一族又有希望了。孩子，听说你一直流落在外，可否告诉我们都经历了什么？为何这么多年不来龙族寻我们？这些年一定受了不少苦吧？瞧瞧这孩子那般消瘦。是这样的，我其实来自下界，这些年才飞升上来。下界？
在下界那种贫瘠苦寒之地，都能达到9纹血脉，这是何等天赋啊！我苍龙一族的天才后辈，岂是其他族群所能想象的？我这些年一直以人类身份在修炼界闯荡，汤是我在那边结识的好友。好，不愧为我族有史以来第一天才，不但天赋出众，还聪慧机敏。如果以苍龙真身在敌人那边活动，很可能已经被围杀了，那将会是我族最大的损失。对了，我在人族那边还创立了一个宗门，收了不少门人，这次也都带了上来。不知道咱们苍龙一族地盘大不大，可有地方安置？他竟然问我们地盘大不大？但无论多少人都可以。眼前这个男人明明是一个人族修士，但龙族却要封他为龙族之主。然而他的真实战力在龙族里仅仅只是垫底的存在，不仅连普通的龙都打不过，而且连小龙都能轻松击败。原来他体内的龙族血脉竟然是龙族的9纹血脉。他金龙一族来了个鳌阳就得意了那么多年，我苍龙一族如今迎来了更厉害的苍城，看他们还有什么话说。同是下界来的，你可听过他？听过，金龙王嘛，当年可是自己身边啦啦队的重要1号啊。想不到下界竟然能出现不止一位妖孽，早知道当年那帮仙魔打碎仙界，阻隔飞升通路时，我们就不默许了。上仙界一共有6界，他们只是其中2界，怎么能绕过其他4界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呢？因为仙魔2族实力最强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那2族合力的话，比其他4界加起来还要强。也幸亏仙魔天生就是对头，否则上仙界早就被他们统一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上古时期，龙族曾经叱咤一时，3大龙帝无敌世间。只可惜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的龙族仅有青龙大帝还在撑着门面。如今苍龙一族这边主事的就是我和苍穹2位准帝。苍龙那边竟然会出现一个9纹的？9纹不是只有龙帝才可能拥有吗？这也太夸张了吧！我怎么有点不太相信呢？就是啊，不会是假的吧？肯定是假的。苍龙没拉了上100亿年，前阵子鳌阳回归，估计又深深刺激到了他们，所以他们才编出一个9纹苍龙出来。想想也是，据说那苍场还不到准帝，7纹都夸张了，还9纹。季师姐，莫长老，打听到了，是苍龙那边有个绝世天才从下界上来了。说话的人正是曾经商哥身边最得力的马屁王单太，如今的他已经是9品魔王了。原是天才，怎么个天才法？9纹苍龙？什么？唉，无论他有多天才，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。尤其我们和苍龙一族并不熟，到时候派个人去道贺一下，免得他们怪罪就行了。因为金龙王鳌阳的关系，所以金龙族能接纳他们，但龙族本就和人类有深仇大恨，所以一直以来他们也没能融入这里。这次就由老夫走一趟吧。那就辛苦莫老了。只希望这新来的苍龙天才没那么难打交道，备点什么礼物好呢？我们人族修炼用的东西，他们龙族也看不上啊。这是9纹苍龙。如果不是几位准帝陪的，我恐怕第一时间都出手了。憨乖孙，先便回来一次行不？你老还真要当我的爷爷？必须改个称呼，你可以叫我帅成，叫乖孙我绝对不换回来。好，帅成，你便回来嘛。一旁萧聪等人都无语了，这还是当年那位神出鬼没，让无数外族忌惮恐惧，被誉为龙族第一刺客的苍龙准帝吗？嘿嘿，9纹真的是9纹。天才，我苍龙一族终于出现了一位举世无双的绝世天才，血脉在龙王层次就圆满了，这是何等妖孽啊！我族又要重新崛起了。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。最高的苍龙大帝，您老人家看见了吗？您终于有继承者了。老天有眼，赐予我族重生。他这是不是装过头了点？看那狂热的目光，那分明是指望自己带领苍龙一族走向强盛啊！
我们这是在哪呢？这里一定是上仙界了，仙迹和规则之力，简直比从前高了10倍都不止啊！帅成，你这门人还真不傻，看来你在人类世界那边颇有一番成就嘛。他们都是我的后辈。老祖啊，这是哪里啊？这是妖界龙族范围，神武宗在仙界魔界那边备受打压，所以我将你们迁到了这里。你们放心吧，这里很安全。原来如此，老祖真是神通广大啊！你们今后就在这好好修炼。都有谁来了？金龙、烛龙、火龙这3族各派了一位准帝和几位龙王过来。青龙那边呢？青龙大帝第7子玄光来了。七皇子，他还只是个龙尊吧？应龙和云龙那2族呢？各派了一位仙王。什么？他青龙大帝每次诞下龙子，我们都会派准帝亲自前去道贺。如今我族久闻天才回归，他们怎能如此敷衍？是啊，他这摆明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。算了，当年金龙那边翱阳回归时，他们也只派了一个龙王前去道贺，这次好歹来了2个，还加了个皇子。毕竟在青龙族那边，我们这2族早就不配相提并论。苍龙这边就苍极、苍穹2位准帝撑门面，青龙那边稍微好一点，加上翱阳有4位了。至于青龙那边，青龙大帝还健在，麾下光是青龙族的准帝就还有8位。行吧，我们这就去见他们。我就不去了。为啥不去呢？没什么好去的呀，你们替我见见就行了。这样怎么行啊？他们就是为你而来的，给你道贺呢，帅成，你就给他们一个面子嘛。是啊是啊，你就是今天的主角。你要是不出面，那这道贺就没意义了。不了，咱喜欢低调，闷声发大财嘛。但是这不出去见一见，未免太不把来客放在眼里啊。尤其他们还带了贺礼前来。贺礼？既然他们如此有诚意，那我看还是很有必要见一见的。就在刚刚，神武商作为久闻天才回归苍龙谷，开启了回归大典。竟然真的是久闻，不到龙帝怎么做到血脉圆满的？这简直是神迹呀！看来苍龙一族真的要崛起了，这天赋简直比3位龙帝还要可怕。他还没成帝呢，能不能活到那天都不好说，还比3位龙帝更可怕，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。这要是换成别人，苍极早就一爪下去了。然而他是龙帝之子，只能当作没听到了。金龙族贺久闻苍龙回归，贺礼黄金1000万两。啥？黄金1000万两？这是修炼界呀，黄金有啥用？别说仙界的仙人了，就算是下界修士，也看不上世俗的金银珠宝了。哈哈哈！好，敖谦老兄真是太客气了。不要。金龙一族真是慷慨啊！是啊，竟然送了1000万两。上次青龙大帝第37子出世，金龙族那边都只送了100万两呢。这次可真是大出血了。久闻苍龙问世，值得。看来金龙族那边非常重视这次回归呀。难道自己看走眼了？系统高级洞察，黄金1000万两，价值0.0000000001功德。我操！火龙族贺久闻苍龙回归，离火灵珠一斗。啊！火龙一族竟然送了足足1斗，这可是他们的至宝啊！对呀，以往都是按颗送的。早说了，久闻苍龙意义不同，贺礼当然尤其的丰厚。难道是什么神奇的天才地宝？系统检测，比较温暖，能当成烤火器用。接下来，其他龙族也送上了自己的礼物，无一例外，不是珍珠翡翠，就是宝石玉石金银器具，那珠光宝气的，差点晃瞎了商哥的24K 钛合金狗眼。果然久闻苍龙还是有排面。真是谢谢你们全家了，真亏了自己百忙之中抽出空来，结果就这，加起来还不止1点功德呀。青龙族贺礼也1200银，应龙族贺礼也1200银，鱼龙族贺礼也1200银。果然啊，青龙一族还是这样抠门。没办法，他们根本不屑和苍龙、金龙并列了。一直以来不都是这样吗？上次翱阳回归，青龙那边也只送了1200银，可这次毕竟是久闻苍龙啊。青龙大帝自己也是圆满血脉的9角青龙，一个还没到准帝的后辈，他确实没必要放在眼里吧。多谢你们的贺礼。神武宗恭贺苍龙一族天才回归，贺礼上品现金10万枚。
还得是自己人懂我呀。行，这种破烂也能送得出手。这些人类爬虫还真是上不了台面。想巴结苍龙，你们好歹有点诚意吗？真是自找羞辱。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，这10万仙晶是最后的家底了。结果还是没能得到那位久闻苍龙的好感嘛。万众瞩目之际，他亲手将10万仙金枝重之的接了过去，仿佛那是世间最贵重的宝物。不错，非常好，这个礼物就很nice。之前那么多礼物，这位久闻苍龙都不屑一顾，结果现在这最不值钱的宝物，他竟然表现得极为喜悦。你们是神武宗的，很好，你们的礼物我最喜欢，还是你们最懂我的心意啊！妈呀，这可是久闻苍龙啊，苍龙一族的未来之主。哈，欢迎，你们神武宗前来道贺，令我苍龙一族蓬荜生辉。得，这久闻苍龙的品味还真是与众不同，竟然把这些破烂仙晶当宝，哈哈，真是笑死。听说他是从下界飞升上来的，所以没眼力也很正常了。那是，血脉再高，也不过是土包子而已。玄光，我给你付一个面子，才不与你计较，别给脸不要脸。在我苍龙谷，还轮不到你这小龙尊撒野。他虽然发火，但终归还是不敢太过，以免撕破了脸。青龙一族和苍龙一族决裂，不过他不敢，伤哥敢。这么的，哪来的狗东西？只送了3000两白银的破烂玩意，也好意思在这叽歪？青龙一族这么磕碜吗？你说什么？你说谁是狗东西？你敢骂我是狗，那就是骂青龙大帝。哦，你提醒我了，你爹也是狗东西。我第一次听说有人收礼时收几百万两黄金，回礼回1000两白银的。你爹这老狗会做生意啊，就是特么的不会做人。哦，不对，不会做龙，所以我说他是狗东西，挺符合的，不是吗？脸，你好大胆！苍极苍穹，你们苍龙是要我们青龙决裂是吗？立即道歉，否则你们会后悔的。这点破烂，哥看不上。回去告诉你爹，苍龙一族从此和青龙族决裂。这也太高了吧！这也太帅了吧！苍长党是我族新人本命，他的决定代表着整个苍龙族。这头沉默寡言的龙，第一次说了那么长一句话，足可见这件事有多重大。我操！这么说，苍龙谷空了数百亿年的龙帝之位有主了。好家伙，这个以1条命的神武商，扬言要和青龙族宣战。龙族这是要出大事啊！是啊，这位久闻苍龙真不是一般的强硬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实在不行，到时候问问凤族那边有没有地方安顿吧，毕竟有林宁在那边。苍龙大帝，请你们进去。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单独把你们留下来？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特别吧。特么的，掌门别的本事你没学到，他的装逼之风倒是被你给继承了。你说的没错，你们最特别。民氏掌门。掌门，竟然是您老人家！这些年可想死我们了。掌门，这些年大家一直在等您回来，再次带领我们。神武宗是我的，所以我希望你们也能接纳他们。你现在是我们苍龙一族的首领，你的决定就是我们整个苍龙谷的意志。即日起，神武宗可随意出入苍龙谷。对了，你们在中仙界也创了一个神武宗吧？是啊，掌门您见到他们了。前几天我把他们全都带上来了。那您带着那么多人来上面，没被那些仙门魔门的人发现吗？那倒是没发现，不过我看他们不爽，随手灭了个仙门。敢问您灭掉了哪个仙门？哦，是个叫无极洞天的仙门，可惜他们的3个先帝当时不在。啥？灭掉了谁？无极洞天？真的灭掉了？算是吧，可惜3个先帝没死，准帝死了5个，仙王仙尊应该是全灭了。这不就是连根拔起吗？特么的也太彪悍了吧！这么多年来，他们总共也就干掉了3位准帝，就这都引起了仙界巨震。现在掌门才刚上来，战绩就超过了他们。但
还以为翅膀终于硬了，现在一看，在掌门面前还是太嫩啊！掌门才刚上来，就又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，记下来，记下来。天选之人注定不是你我能企及的，人要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，不能好高骛远。没错，能继续追随掌门左右，遥望着他就是我此生之幸了。果然还是熟悉的配方啊！这些年你们受苦了，这点东西你们就先收着吧。拿来吧你！这就是极品仙宝的味道吗？感觉整个人都升华了。老朽若是早有这八阶仙刃，嘿嘿，至少能多宰好几个仙王啊！配上这八阶仙剑，感觉自己变帅了好多。这个老祖，你做那喽，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啊？你难道不知道这位老祖是谁？你们还真是被瞒得够严实的。实话告诉你们吧，神武掌门才是本门创派祖师爷，包括季师姐在内，所有人都是他的后辈。这个位置他怎么就不能坐了？什么？这位神武老祖竟然是创派祖师爷？好了好了，还是谈正事吧。这次你们回去后，就让纪凌寒他们都搬过来。好嘞。莫祖师，不知你如今是何等境界了？老朽如今已是准地中期。莫老祖威武！准地，哈哈，我们神武宗也有自己的准地了。至于这两个不成器的，混了那么多年还只是九品魔王，严重辜负了掌门的栽培。老家伙，你故意的吧？特么九品魔王怎么了？吃你家大米了？就算在上仙界任何地方，我也算是一方大佬好吗？那季祖师呢？他如今是何等境界？他已经是准地后期了。准地后期有2位，除了纪凌寒，另一位是林宁。太好了，准地后期，咱们以后什么都不用怕了。别忘了还有创派祖师爷呢，他老人家莫不是先帝了？有可能，哥还只是8品仙王呢。又聊了一会，商哥发现神武中竟已有17个准地了。多年没见，可爱的掌门都没什么长进嘛，以后还是让姐姐来罩着你吧。你们今后不要对纪凌寒等人说起我的存在。以后我在这龙族都会以苍龙大帝的身份示人，明白了吗？掌门，季师姐好几次做梦都在呼唤着你的名字。对呀，难道您对他有什么意见？当然没意见，那个嘛，我是怕他们太过激动，影响了心境。可是总不能一直假装不认识啊。将来合适的时候，我会揭开身份的。等将来哥到了准地，就可以闪亮登场了。但要是师姐他们问起来怎么办？我们这么多人，难保也不说漏嘴啊。你倒是提醒我了，人多口杂呀。从此以后，所有人提到他就会自动变成苍龙大帝，这咒术会持续到他主动公开身份才停止。我明白了，我知道掌门的神意了。他刚刚没给莫仙人下咒，只是因为他是准地了，咒术没生效而已。掌门这是目光长远啊。掌门暂时不公开身份，以苍龙之身示人，这样更方便统治苍龙族。想想你要是一头苍龙，看到龙帝天天都是人形，难保不会有芥蒂。你想多了，想要哥变回苍龙，苍极那老头都得喊一声帅成。二则也免得青龙、金龙那边把我们和苍龙当成一家。如果他们知道掌门和苍龙大帝是同一人，会怎么想？掌门这是未雨绸缪，故意让外界以为苍龙谷和神武宗有2个不同的首领，此举将来必有大用。三则还有，掌门不告诉他们，也是一番苦心呐。你们仔细想想，当年有掌门庇护时，大家能出来挑大梁吗？不能。所以了，若掌门现在出来相认，大家定然又会变得不思进取，于是都指望他老人家出头。他是希望大家能继续独当一面，努力奋进啊！这良苦的用心，你们能明白吗？我们明白了，一定按照您的意思做。知我心者，永远都只有莫长老你一个呀！为掌门分忧，乃是莫尘分内之责。要再接再厉，一定。你敢信？正在偷看男人心，竟是万灵臣族的苍龙大帝。奇怪的是，男人却毫无察觉，所以他索性靠近男人，直接面对面观看。不用找了，我就在你面前。
那你倒是现身了。现在还没到时机呢。行吧，随便你，你爱跟着就跟着好了。你不怕？怕什么？你的秘密很多啊！从你进入苍龙谷的第一天，我就一直在你身边注视着你，形影不离。卧槽！不是吧？你这个痴女，还不快滚出来赔罪！哼！作为补偿，让我也看你一遍才算公平。我倒是不介意，只是很可惜办不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现在只是一丝念头。那你究竟是谁？你猜？我猜啊。我猜你是个孤独寂寞了无数年的好色痴女，因为生前得不到男人的关爱，所以死后还会到处偷窥。你还真是很大的胆子啊！反正你只剩一丝念头了，什么也办不到，我怕个毛！是吗？那如果我告诉你，这苍龙谷就是我的，苍崎苍穹都是我的部下呢？你不会就是那位苍龙大帝吧？不错不错，难得你也能露出这么精彩的表情，有点小可爱呢。这把冰玄剑是无极洞天那个准地掌门的佩剑。竟然是9阶仙剑！这仙甲、仙宝和仙剑，你们替我转交给小韩吧。你们这么看着干啥？他作为大家的首领，也要有点特殊牌面不是？掌门所言极是。师姐，好消息啊！苍龙族那边请我们去苍龙谷内居住。莫长老，你们3个不是去苍龙族道贺吗？怎么还盗出一身宝贝来了？瞧瞧，这还有极品仙宝呢。不会，听老朽一言，这是因为我们送了礼，苍龙一族给了回礼而已啊。咱们才送了10万仙金，对方回礼3套8阶仙器和仙宝，世间还能有这么好的事情？这其实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？无论怎样，对方也不可能送8阶仙器吧？苍龙一族要与我们合作，他们看中我们的实力，所以这些仙器算是一点合作诚意。合作？我记得苍龙一族与我们并没有任何来往。事情是这样的。你的意思是说，那位新任苍龙大帝对我们非常有好感？没错，老朽觉得这合作很值得。结盟可以考虑，但是我们还什么都没做，对方就送这么多宝贝，未免好的太过分了吧？不光是我们有，季师姐也有。我也有。你作为首领，对方当然会有表示。卧槽，这是9品仙剑吧？传说中先帝采购哥用的神兵啊，这怎么可能？苍龙族大方过头了吧？季太美接受礼物，神武宗与苍龙族结盟的事情就确定了。临行前，他将善太卫冕悄悄召了过来。我总觉得那久闻苍龙的好意来得太莫名其妙，这件事是不是还有内情？没有啊，就是一场再正常不过的结盟。师姐，你别胡思乱想了。龙族又用不了仙器和仙宝，咱们觉得很贵重，在他们眼里不过就是破铜烂铁。是吗？那我问你们，林宁在凤族那边受不受重视？那必须的啊，凤族公主一样的待遇好吗？那凤族有没有给他9阶仙器？林宁在凤族那边在受宠，也只是被破格赏了一件8阶仙剑。而这久闻苍龙只是为了结盟，就送了那么多的8阶仙器，甚至还有9阶仙剑。说出去，你们自己信吗？更何况送出这么多宝物之前，他甚至都还没与我们见过一面，完全不担心我们反悔。你们是觉得久闻苍龙心思单纯，还是觉得我好蒙混？掌门，师姐，放过我们吧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反正那位苍龙大帝对我们绝无坏心，我敢以人头做担保。这些年，我们何曾害过自己人？是吗？唉。吉掌门前来我苍龙谷，真是蓬荜生辉。您老还真是挺能装的。见过苍龙大帝，您的合作提议我们答应了，同时也非常感谢您的馈赠。好，我们的合作一定能非常愉快。你敢信龙族围攻的敌人竟然是龙族大帝，并且声称大帝其实是龙族女兵，只因男人身为龙族，却拥有龙帝血脉。调解我龙族内斗，你果然是来乱我龙族。青龙大帝是青龙大帝。
青龙大帝，苍城已得我族大帝认可，不劳您操心了。以青龙族若主动退去，干戈自会止消。你族大帝？你族哪位大帝？自然是前任苍龙大帝。苍灵早在500亿年前就已陨落，你们为了维护这个人类，竟然把他抬出来，真是可悲可叹。玄冥，你这老东西是在咒我吗？老娘什么时候死了？苍灵，你怎么还在？老娘本来不想出现的，但你要动我的小弟，我只能出来给他撑撑场子了。苍龙之祖，大帝，原来您还活着。我们这些年日日夜夜都在思念着您。苍灵，原来你只剩一缕残念了，我还以为你真的活着。玄冥，你该庆幸我只剩一缕残念，我要是活着，今天你就要爬着回去了。你真的要维护他吗？让一个人类成为苍龙之主，会引起怎样的后果？我不信你想不到，此人才刚来几天，就让苍龙族与我青龙族决裂，如今又险些酿成两族大战。行了，玄冥，收起你那套没用的。谁说他不是龙族了？我说他是苍龙，他就是最纯正的苍龙。没错，我苍龙之族已经发话了，你们还不退去？难道你比苍龙大帝更了解苍龙吗？苍灵，既然你说他是真正的龙族，那敢不敢让他去风龙池试一试？玄冥，你还活在几百亿年前吗？风龙池都废弃不知多久了。只要他答应，我愿意耗费1年之功重开风龙池。你觉得我会同意吗？真金不怕火炼，难道你怕他现形？他已经是苍龙一族的龙帝了，风龙池对他就是羞辱。风龙池是用来测风龙族的，龙帝本就至高无上，岂能被册封？是啊，这有点过了。风龙池是什么？苍灵大致介绍了风龙池。我有9纹苍龙的圆满血脉，这还不够纯吗？你的血脉确实是圆满的苍龙血脉，但你并没有真正的龙骨。风龙池越到后面越危险，像苍极、苍穹他们也只能进入此池。准帝也只能到那吗？那谁能踏足最后的黑池？3大龙帝？你当我们是什么？风龙池是用来册封龙族将相的，我们都已经是龙帝了，哪还用得着册封？放心吧，我会帮你回绝他的。我苍龙谷的事情还轮不到他来插手。别，我想试试。怎么，你们不敢？他露了原形吗？敢啊，咱就是纯正的苍龙族，有啥不敢的？好，苍灵，你也听到了，他答应了。随便你们。走吧。等一等。怎么，要反悔吗？那倒不是，万一我真是苍龙族呢？你让一位龙帝自降身份进入风龙池，到时候你赔得起吗？没错，玄冥，你该知道，让一位龙帝进入风龙池意味着什么？那是对我们整个苍龙族的侮辱。侮辱苍龙族的大帝，岂能不付出任何代价？那如果你没通过考验呢？随你处置，我要么死在风龙池，要么出来后让你杀一次。这还不够。哦豁，你胃口挺大呀，那你还想怎样？苍龙谷内所有人族滚出龙族。可以，若我通过了考验呢？我知道你有9纹苍龙的血脉，即便是人类，至少也能到达黄池。你既然是龙帝，那至少也要到达蓝池才算通过考验，这不过分吧？蓝池，苍城还是龙王境界，蓝池一般只有准帝初期才能涉足，未免太过分。怎么着？你们对自己的龙帝这么没信心？还是说你们心里也觉得他其实不是龙族？可以，那就蓝池好了。那我也该提条件了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你们青龙族这些年和仙魔两界作战，应该有不少战利品吧？若我能到蓝池，那你们青龙谷交出500亿年所有战利品作为赔偿。可以，我接下了。苍灵，你听到了，这约定正式生效，任何人都不得反悔。大家好啊，幸会。这风龙池堪称炼狱啊！是啊，我当年进了青池，这辈子都不想回忆了。族老，有那么可怕吗？可怕！你可以想想，全身骨头被一点点碾碎，全身血液被点燃，烧的你觉得自己都要化了，是什么感觉？还不止如此，就连龙魂都会受到极大冲击。要不然，你以为风龙池明明可以提升你们的龙骨强度，却为什么几百亿年都没开启过了？这……注意看，这个拥有1亿条命的男人要开始挑战风龙池了。苍城，速速进池！
他疯了吧？我操！直接进清池，这是找死啊！坏了坏了，晒成太粗大了，这下完了。苍灵，这就是他的计划吗？故意死在清池，来证明他不会死在绿池。爹，宿主被杀，获得金刚龙骨，宿主复活。孙，不会真就这样死了吧？有可能啊，当年我们踏入时都是搅得天翻地覆的。像这样进去后就没了反应的，80%是陨落了。啊，这苍灵，你还有何话说？他死了，足以证明他根本不是龙族。这场赌约我赢了。至于你苍龙谷内的人族，今日起活着，他还活着。大帝没死，哈哈哈哈，他果然就是龙族。玄冥，看来你这次真的看走眼了。你看看，他分明就有龙骨，不是龙族又是什么？他竟然有了金刚龙骨，这怎么可能？我不可能看错。老青龙，你这池子不太够劲啊！哥刚冲进来后，差点因为池水太温暖，舒服的睡了过去。不愧是苍龙大帝，第一次进入直接选清池，还活了下来。那必须的。龙帝要是和其他龙走一样的路，岂不是太丢身价？瞧瞧，这就叫大地之姿。苍龙大帝威武啊！我们这些人族来到这里，第一次被一头龙深深折服，给苍龙大帝跪了。你得意的太早了，我们的约定是在蓝池存活，你还没到那呢。蓝池是吧？那又有何难？哪里？哥还以为这金刚龙骨牛逼酷炫吊炸天，是最高级别的那种。爹，宿主被杀，获得钻石龙骨。早知道一开始就上黑池，一步到位，省时省力。苍灵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他在蓝池活不下来。金刚龙骨的层次根本不够，作为九纹苍龙的圆满血脉，他竟然只是金刚龙骨，足以说明异常吧？这样的人也配当你们的龙帝吗？果然还活着，而且变成钻石龙骨了，哈哈哈！不愧是你。这不可能，你不可能做到这种事，我不会看走眼，你分明就是人族。别忘了把你要赔的那些战利品准备好，相信你堂堂龙帝一言九鼎啊，应该不会反悔吧？他当然不会反悔，要不然他哪还有脸当龙帝？不是都赢了吗？还来？太拖大了。苍灵，这可怪不得我啊，这是他自己主动闯进去的，他要是死了，那赔偿可就没人收了。玄冥，你还真是小家子气，有你这么当龙帝的吗？随你怎么说，我只是按照规则办事。爹，宿主获得紫玉龙骨。还活着。苍城大帝还是先王，竟然能在这里存活，要不怎么被尊为龙帝呢？确实啊，龙帝就是与众不同。看来这次青龙大帝是真的错了。是啊。紫玉龙骨，即便准帝后期都很罕见，你是怎么办到的？嘿嘿，告诉你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是爸比母娘哟。疯了，竟然进了白池内。他是龙帝，或许会与众不同吧。爹，宿主被杀，获得无垢龙骨。嘿嘿。无垢龙骨，这不可能，这是龙帝层次才有的龙骨啊！不愧是新一任苍龙大帝，苍龙一族真是选对了。这岂止是选对了，他们这是捡到了至宝啊！你还打算前进吗？现如今，无论谁都无法质疑你龙帝的身份。都到了这一步，不把逼装完，未免太遗憾。你根本不明白黑池有多危险，即便是我也没把握活下来。不是吧？这池子不就是你们自己建造的吗？是我们造的没错，但黑池就是个意外，因为我们把剩下的骨血种子全都放进了黑池，当成了一个存放点而已。我们从没想过用黑池来考验。无论这黑池多么危险，我都要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是爸比母娘哟。爹，宿主被杀，获得始源龙骨。苍龙大帝肯定能出来的。
没错，我打赌100两黄金，他这次一定通关。傻子才跟你赌！早就说了，这考验对龙帝是侮辱。就算他还是龙王境界，那也是龙帝。你们这些傻子，这黑池我都过不去好吗？怎么还没上来？难道真的出事了？应该不会吧？苍龙大帝既然主动选择下去，那他应该是有一定把握的。死了，这次绝对死了，我敢打包票。行了，你们不用再期待了，他已经死了。我承认他或许是龙族，如果能活下来，将来甚至可能会超过我。但很可惜啊，他太不自量力了，对此我深表遗憾。不可能，苍城已经是无过龙骨了，和你们龙帝一个层次。这封龙池根本杀不死他。你这是在嫉妒他，故意咒他。我堂堂龙帝用得着嫉妒他？这黑池你们根本就不懂啊！谁告诉你们龙帝就能过掉黑池了？实话告诉你们，黑池就连我也没把握活下来。无垢龙骨的极限就是白池，他还只是个龙王，凭什么活下来？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大帝，这是真的吗？青龙大帝骗我们的，对不对？他说的是实情，不过我也不相信苍城就那么死了。竟然真就这样死了，也太可惜了。是啊，这妥妥的大帝之资啊！不该挑战黑池的。好了，这场考验到此为止。苍龙大帝，特么故意拆老子的台是吧？你特么没事，干嘛不早点出来？你这是什么龙骨？始源龙骨没见过吧？你个丛林土鳖！始源龙骨那是什么？谁知道呢？或许比无垢龙骨强那么一丝丝吧。玄冥，你该认赌服输了。又不是输给你，你高兴个鸡毛？那么多年了，第一次看到你吃瘪，高兴一下不行吗？唉，难道他真不是掌门？好家伙，这个拥有1亿条命的男人，赢了青龙大帝的赌注后，要开始修炼了。谢谢。怎么没有丹药和天材地宝啊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会把人族的丹药和天材地宝留着不卖？你还嫌不够吗？哈哈哈，我这不是怕你们出门前见网，好心提醒一下吗？你才见网，你全家都见网。大家同为龙族，都是一家人嘛，别这样骂自己。哼，谁跟你一家了？变卖了不是？以后有空常来做呀。升级，老子要升级！你怎么还没突破？哥的情况有点特殊，这丹药总量比突破仙帝都还要夸张了，难道你不撑吗？还好啊。又有新的准地了吗？选择速度规则，可不自量力。你突破失败了吗？怎么还是9品仙王？没有啊，我突破很顺利，还在速度规则上刻下了烙印。那你现在应该是准地了呀？怎么会这样？我想问问，主规则太多或者仙国核心太高级的话，会不会影响到准地的突破？这我还真不清楚。那我去问问苍吉他们吧。大帝，您找我们有何要事？掌门定是又有什么神来之举要老朽配合了，只要您一声吩咐，老朽定然赶脑徒弟赴汤蹈火，竭尽所能。哈哈，老莫你猜错了，我这次只是为了问问准地突破的事情。您要突破准地了吗？这可是我苍龙谷的喜事。掌门突破乃是震动仙界的壮举，从此仙界第一准地即将易主，此乃历史性的一刻，老朽能有幸见证，实在是3生有幸。老莫，低调。掌门性子谦虚低调，但老朽实在忍不住内心的激动，一定要稳住。掌门教导的是。一番交流后，老朽也没听过这种事。按道理这已经是准地了，一定是因为掌门与众不同。大帝现在可能与速度规则执行沟通。我试试。这就是准地啊！对呀，而且都接近准地中期了。果然不愧为大帝，突破都是这么的与众不同。老东西，讲我的话是吧？过分了吧？别以为就你会。是可忍孰不可忍？可是大帝的境界还是9品仙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哈哈哈！你们的见识还不够啊！以老朽看，这不但不是坏事，反而是好事。怎么个好法？
其他人突破时烙印成功就会成为准地，而掌门你天赋异禀，明明成功烙印了速度规则之心，却依旧没突破境界，那就意味着您下次再突破时又能再次烙印其他主规则。不出意外，掌门您将成为唯一一个拥有2系规则烙印的准地，这不是好事又是什么？天上地下独此一家，掌门果然是天选之人。没错，确实是这样。这是我们整个苍龙谷之福啊！麒麟族来了。麒麟族还真有这个族群啊！当然，麒麟曾经是和我们龙族、凤族并列的顶尖妖族，不过他们现在还有2位妖帝和70多位准帝。怎么回事？仙魔2族没搞他们吗？还真没有。为啥？麒麟族给仙魔当坐骑，活得好好的，和他们一比，青龙都算是硬汉了。虽然一直在龟缩，但保护地盘时也打了不少硬仗。原来是个2五仔啊！你就是新任的苍龙大帝。是我，咋了？你们苍龙族还真是越活越回去了，竟然选一个龙王当大帝。就算是9纹苍龙，这实力也太低了点吧。齐猛，对我族大帝放尊重点。苍吉，你最好弄清楚你们苍龙族如今的地位，没有我们麒麟族，你们的苍龙谷早就被仙魔2界攻占了。行了行了，有屁快放，没事滚蛋，哥忙着呢。你竟然如此粗鄙！你作为麒麟族的小喽啰，能越级和大帝对话，难道还不感到荣幸吗？别不知足。你会后悔的。我今天来找你，是要清查你这苍龙谷内藏着的人类。谁给你的胆子？我代表万妖宫来的。万妖宫是啥？你身为苍龙大帝，连万妖宫都没听过。禀大帝，万妖宫是抵御仙魔而创立的一个联盟，我们苍龙族也是其中一员。现在你知道了吧？万妖宫那边查到你们苍龙谷最近有大批人族修士进驻，我们怀疑这和最近一桩滔天大事有关。妖宫还负责查案？什么滔天大事？无极洞天被灭之事。好家伙，这个拥有1亿条命的男人，刚把无极洞天灭了，就遇到了前来搜查的人。此物乃先帝亲至，你们都给我看清楚了。看来你们是真的认识他。齐猛，你不要借题发挥。此人手段无比残忍狠毒，无极洞天是被他一人所灭。不愧是你，大帝，好样的！他在何处？我们没见过这人。你们以为还能瞒得过去？看你们刚刚的表现，分明就和那人很熟。是与不是，搜过便知。你说搜就搜？难道你们要违抗万妖宫的命令吗？你们说的那个人是长这样的吗？你，竟然就是你！这样才对嘛！哥原本是做好事不留名的，不过你们都找上了门来，我总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。好的很。原来你们的龙帝就是凶手，那你们整个龙族都跑不了。What can I say？ 现在想求饶已经晚了。哥当时杀的那叫一个兴起，战神附体，懂不懂？苍吉，你现在还有何话说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从现在起，这件事我们苍龙谷接下来有什么招，你尽管使。我们苍龙谷上下是与大帝共进退。你接个鸡毛！你是大帝还是我是大帝？那个卡拉米，一人做事一人当，有什么冲着我来就行。大帝，我们不怕。没错，大家一起面对。这可是你自己承认的，还不快认罪伏法？我很好奇，仙盟那边为什么只派了2个仙王过来？你已经认了，现在说再多也是无用，还不快束手就缚！既然你们知道我灭掉了无极洞天，那你们为什么还不逃？你把他们杀了？对呀，不是当着你的面吗？他们代表着仙盟，你怎么能杀他们？不是你让我杀的吗？我特么什么时候让你杀他们了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！你明知我能灭掉无极洞天，还带着他们过来送人头，我还要谢谢你的配合呢。哈哈，对，麒麟族好计划，先取得敌人信任，然后诱敌深入，干得真漂亮！都给我闭嘴！好啊，从今往后你们别想得到万妖宫的庇护了，等着被人族先帝屠杀吧！我们走。我让你们走了吗？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还敢对我们下手？我为什么不敢？
我连无极洞天都灭掉，为什么不敢宰掉几头麒麟？你疯了吗？苍吉、苍穹，你们苍龙谷是真的要和整个妖族为敌吗？哼！我族大帝的决定就是整个苍龙谷的决定。最好别杀他们。为什么？我可是初代苍龙大帝，我现在比你更恼火。但要是杀了他们，就彻底和麒麟族结仇了，到时候肯定会爆发一场大战。那又如何？一起干掉呗。没那么简单。如今妖界17位妖帝，至少有10位都是支持他们的。一旦我们和麒麟族开战，那时候灭绝的将会是整个妖族，而不只是你想杀的那些。行吧，这几个货暂时还不好杀，你们吓唬一下，再敲点好处就放走吧。好嘞。大帝审完了，据说有个叫陈州准帝的也和无极洞天结了大仇，被那3大仙帝追到死地去，所以3大仙帝暂时管不了这边。啥？陈州准帝？苍龙族擅自破坏仙妖节点，即日起，万妖宫将不再庇护苍龙谷。可恶！不用说，又是麒麟族在背后干的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这次的决定是天部17位妖帝做出来的。天部想不到这件事竟然惊动了天部。你们也太冲动了，就算不愿意让他们搜查，也没必要杀人吧？而且你们发什么疯，居然把麒麟族都给抢了？想要以一己之力和妖族以及仙界对抗吗？你们有那本事吗？又是因为这个苍城吧，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。是不是很奇怪？玄冥为什么这么恼火？没错，咱都有点看不懂了，他怎么搞的，好像老子训儿子似的。你说的还真没错，玄冥确实是把自己当成了龙族的爹。不是吧？我成了这样，金龙大哥又不在了，龙族就剩他这一位妖帝。好吧。老兄，这件事我们苍龙谷自己扛下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看到他，青龙大帝气都不打一处来。上次被坑了那么多宝物，他至今都在心头滴血。你拿头抗啊！就你这9品龙王能干啥？虽然不知道你怎么灭掉了无极洞天那5大准帝，但实话告诉你，一个仙帝就能灭了整个苍龙谷，更别说3个了。识相的就赶紧带着苍龙去我青龙谷避难，接受我的统领。哦，那我的人族朋友呢？他们当然是自生自灭，关我们龙族屁事。那算了，这件事您老就别管了，我们被灭也是我们自己的事。你还真是执迷不悟，苍极、苍穹一空，还有苍灵，你们都不管吗？再这样下去，你们苍龙谷都要被他害死。我相信苍城。青龙大帝，我族2位大帝的意志，大家自然不会违背。您请回吧。好，我看你们以后怎么死，到时候别来求我。接下来，你们将妖族以及万妖宫的大致情况汇报给我，尤其是麒麟族的盟友。谨遵大帝的命令。我原本是想先对付仙界那边的，结果这麒麟族竟然不知死活的抢先撞上来，那就怨不得我了。这次不搞得他们族破人亡，我倒立洗头。这个老六偷偷伪装成玄龟大帝，又要开始搞事了。玄龟大帝，哪阵风将您吹来了？蓬荜生辉，真是蓬荜生辉啊！欢迎欢迎。以后不要叫我玄龟大帝了。您改名了吗？没错，以后请叫我俊帅大帝。好的好的，俊帅大帝，里面请。本帝来此其实是给家人们送福利来了。什么福利？珍珠啊！俊帅大帝，你还卖珍珠？以前不都是谢族经营的吗？这次怎么要您老亲自来卖了？那是因为我觉得谢族卖的太贵了，麒麟族是我们的家人，对家人怎么能这么坑呢？我不能忍，所以我这次把整个金海的珍珠都给包了下来。为此，我和谢族当场拍了桌子，差点打了起来。以后独家经营，由我自己来卖，吐血降价，一定要给家人们送福利。那大帝，您这次带来的货不知品质如何？我操，这么大！这是纸包啊！哇，我好想要！俊帅大帝，这珍珠卖多少啊？是啊，您快开价呀！俊帅大帝，可否优先卖给我？我出3000万，我出4000万，5000万，谁也别跟我抢！8000万！操，麒麟你敢跟我抢？为什么不能抢？质保在前，价高者得。1亿，我出1亿原石。
这2颗珍珠要换成蟹足来卖，每颗价值起码是1亿。但本地刚刚说了不能坑家人，所以本地决定以1000万1颗的价格出售。卖给我，这楼就是2000万，你快点一点。嘿嘿。俊帅大帝，您怎么就不卖贵点啊？是啊，这么低的价格是对宝物的亵渎啊！他只用了1点功德，就轻松造出了100个和刚才一模一样大小的珍珠。大家静一静，想不到大家如此热情，我又怎么能让玄灵山的家人们失望呢？实不相瞒，这次我掏空了金海千亿年来所有的库存，还挖掘了上古的遗迹，所得到的至尊级珍珠，并不止刚才那2颗。什么？还有？俊帅大帝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俊帅大帝果然俊帅，快拿出来卖给我啊！不，卖给我！竟然有足足100颗！快，我这里有3000万原石，我有2亿啊，卖20颗给我。别给我抢！也就那么短短时间，这100颗珍珠就被卖光。俊帅大帝，还有吗？我没买到啊！没听到大帝刚才说了吗？那是最后的存货了。我本来不想再卖了的，毕竟要细水长流，还要留一部分自己珍藏，而且这么低的价格，我亏麻了啊！俊帅大帝，您就再卖一些吧。是啊，他们都有了，我们不能没有啊。也罢，为了回馈家人们的支持和厚爱，我不要库存和珍藏了，全部吐血大甩卖。半分钟后，300颗珍珠就卖光了。这种至尊级的珍珠，你们也知道有多稀有，我现在是真的没有了。你总算是没有了。不过，这至尊级的没了，幸亏我还有天尊级的珍珠。天尊级？俊帅大帝，您还有货？是啊，为了回馈我最好的家人们嘛，这次我真的是把整个金海都挖空了，价格也是降到了冰点。你们也知道，这样大降价，我的损失会有多大。如果不是你们麒麟族，而是那群龙族，我绝对不会卖的，哪怕抬高10倍，我也不会卖。大帝客气了。俊帅大帝够意思，不愧是我们麒麟族最好的朋友。那就快让我们见识一下那个至尊级珍珠吧。这么大，对于商哥来说，这5颗超大型的珍珠也就1点功德的事。大帝，这天尊级珍珠您要卖多少？这么好的东西，我原本是真的不想卖，摆在自家宫殿内多有面子，对不对？但为了回馈家人们的厚爱，我说什么也得忍痛割爱了。一口价2亿1颗，错过这次就没有下。我要了，是我的了。最后10颗了，卖完这10颗，世间就再无天尊级了。天尊级的珍珠现在尽归你们麒麟族了。其实本地还有几颗压箱底的传家宝，那原本绝对是非卖品，只是本地心太软，实在见不得你们失望。但从自己身上割肉，也要满足家人们的需求，不是？有请帝尊级珍珠降临。这真的是珍珠吗？这也太大了吧！哈哈哈！其实这还得怪我，千亿年来，以前这些高品质的珍珠都被我个人拦截私藏下来了，你们以前买到的都是残次品。那你这次为什么又要卖给我们了？世间谁不知道麒麟族最爱珍珠，宝剑赠英雄，最好的宝物就应该给最值得的人。说实话，这7颗帝尊级是我最后的存货了，卖完之后我再也没有了。你们要是不信，那就算了，反正我本来也舍不得，大不了自己留着。俊帅大帝且慢，我们不说不买呀。对呀，您千万别藏死了，您快开价吧。对，快开价。这帝尊级肯定无价，不过我岂能坑家人，再次跳楼吐血价，10亿元11颗，我买了。给我来1颗，哈哈哈，帝尊级归我了。还有3颗，最后3颗了，要是没人买，那我就收回去了。俊帅大帝，这个价格确实不贵，但我们拿不出啊。对待家人，我不能太苛刻。这样吧，仙金仙气什么的也可以算进来。真的吗？仙气和仙宝您也收？我吃点亏，原价折算，将来想办法和天书阁兑换好了。俊帅大帝，您真是古道热肠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我该离去了。
啊，郡帅大帝，您要走了？不在我们这住几日吗？不了不了，我还有其他要事要忙。好家伙，这个老六将价值1块的珍珠卖到100万，却还引起众人的疯抢。就在老六掏空众人的钱包准备离去时，却被人拦了下来。玄龟大帝，且慢离去。哈哈，玄龟大帝，你来我这里怎么不提前说声？你们这些珍珠是哪里来的？怎么会这么大？丁大帝，这是刚刚郡帅大帝卖给我们的。郡帅大帝是谁？西蒙解释了一下来龙去脉。玄龟，郡帅大帝，你这帝尊级珍珠可还有货？啊，这个玉灵大帝，不是我不想卖给你啊，而是我卖完了。郡帅大帝，你卖了那么多，唯独到我这就没货了，是不是不给我面子？好，特么今天裤衩子都给老子留下来。玉灵大帝，帝尊级的确实是卖的一个都不剩了，但是我其实还留了最后2颗神尊级珍珠。神尊级？那是什么珍珠？比帝尊级还高吗？不错。那你为何不早拿出来？因为拿出来也没用，我觉得你买不起。郡帅大帝，希望你接下来拿出的货色能配得上你刚刚的话，否则我将视为对我的挑衅。这么大一颗，你从哪弄来的？要不别卖了，咱留着吧。这竟然是珍珠！这颗神尊级，我出50亿，你看如何？这玉灵大帝，你这是在抢啊！这个价格，就算咱关系再好，也太那啥了点啊！玄龟老弟，这些年我庇护着你金海妖族，那可不是用原石能衡量的吧？问你买颗珍珠，你还推3阻4，那就50亿吧。那个玉灵大帝，我还有要事要办，先行离去了。等一等，又咋了？我记得你刚才说有2颗神尊级珍珠，还有1颗。什么？你还要买？那倒不是，本帝只是想问问，你这剩下的1颗是不是要卖给我兄莫林大帝？没错，我是打算卖给他。不如我帮你保管这颗吧，将来见到我兄，我亲自转交给他。玉灵大帝，没钱就别逼逼，这剩下的1颗，我看还是我亲自卖给他好了，不劳你操心。这趟赚大了，还给玄龟大帝挖了个坑。幸亏你是我苍龙一族的新任大帝，若你是仙界之人，那我妖界怕是撑不过几年就会被你搅得天翻地覆。这4个肯定能升到准帝了吧？万妖大会，咱来了！想阻止哥升级，也得看看咱赚功德的速度啊！上哥这次选择了力量规则。你突破结束了？对呀。又失败了吗？是啊，不过好在成功烙印了新的规则，不亏。居然真的可以！你这次烙印了哪个规则？力量规则。你不想当先帝了吗？力量规则被那个变态占据着，谁都夺不走的。明明能选2次，结果2次你都选绝路。哪个变态？蛮界之主芒野，一个和我们同时代出现的疯子。他很强。很强。仙魔崛起之前，我们龙族最大的敌人就是他。你选择力量规则之心，就要和他抢夺主宰之位，这还真不是一般的不自量力。是啊，他太不幸了，竟然被我翻了牌。还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呢。不过姐看好你哦。他立即马不停蹄地开始了下一次的突破。又失败了。是啊，只能再来了。这次你选了哪个规则之心？战之规则。你疯了吗？为什么又选择那么难成帝的规则？咋了？战之规则的主宰也大有来头。没错，9星魔殿的创派老祖就是战之规则的主宰。你将来想要正得战之规则的地位，绝对是难比登天。那他还真是倒霉，被我翻了牌，没准9星魔殿将来都会垮掉。就这样，他又相继选了剑、生死、空间、时间的规则之心。汤尼已经无力再吐槽了。好家伙，你都已经10个规则烙印了吧？怎么还没到准帝？而此时，他已经开始在烙印第49个规则之心命运规则。
成功了，你现在是准地初期了。49个规则烙印，你才刚刚准地初期，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会对万妖大会那么有信心了。好家伙，这个一条命要去参加万妖大会了。张继老兄，且等一等。我道是谁？原来是羊角准地。张继，你们张龙族不是被逐出妖界了吗？你还跑来干什么？哼，我的地部位置还在那，倒是你们羊族还跑来凑什么热闹？这你就有所不知了，这是我们羊族来了一尊大杀器。不，你这后背怎么还穿着仙甲？山更准地他在下界时就经常和人类修士打交道。没了，没了。等到万妖大会时你就知道了，保证让全女妖族起立。操，你这老杨还卖起关子来了。杀手锏当然要保密，要不是碰到老兄你，我都不会提前介绍山更的。这位不会就是最近传得沸沸扬扬的久闻张龙吧？也是我族新任大帝。你打算让他去比试准地出气，这是去送战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啊，我这不是好心的吗？怕你们张龙族到时候丢脸。你不会就是天妖域的阳妖王吧？你如何认出老朽的？莫非是下界故人，或者是金龙大哥告诉你的？啊，还真是你这老货呀！你究竟是谁？神武掌门，竟然是你！张更，你干什么了？你怎么对他行这么大的礼？张吉，你怎么回事？这不是你族大帝吗？怎么是个人类？我族大帝以前都在人类世界生活，他喜欢变成人形不行吗？至于你族这后辈天才对他的敬仰，我可管不着。你的羊族天才，你的秘密武器，就这什么全体妖族起立，这都已经跪到我族大帝的面前了。你这个妖甲是什么？哈哈，让您见笑啊！张更，你疯了吗？他也是你的对手，你怎么能透露这些？还有，你凭什么要对他这么尊敬？想不到您老也报了名，那这次头名就没悬念了。麒麟族招惹了由您带领的苍龙族，这看样子妖界也要变天了。您老到时候可要带着我。自己人，好说好说。你们也不怕风大侠的舌头？你们两个在说什么胡话？哟呵，你们羊族的天才很有眼光嘛，也看出了我族大帝的不凡，提前就拜服投入我们苍龙族阵营了。拜服你个头！就凭你们张龙族如今那惨状，下楼会跟你们为伍。到时候我们苍龙族会提携你们羊族的，你可别后悔。苍极苍城，你们两个跑来干什么？麒麟族正憋着劲要找你们麻烦，不要胡闹。嘿嘿，我们可不是来胡闹，我族大帝这是来参加万妖大会比斗的。你说什么？他参战三大龙谷的龙帝是何等身份？若是你在这里被暴打，我这个青龙大帝也会连带着被丢尽脸面。你也准地中期了啊，不错。老大，你都准地后期了，这次大有可为。以你八爪金龙的血脉，前八都稳了。难说，那麒麟族有许多盟友开入。没事，反正麒麟族这次也要栽跟头啊。可以见得，有神武掌门在，哪还有他们麒麟族什么事？你见过神武掌门了？他在何处？老大，你离他最近，居然还被蒙在鼓里。我离他最近，就是那位新任的久闻苍龙大帝，我还以为你早就知道啊，难怪你刚刚见到他都没打招呼。我操！掌门，您回来了，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啊？害我差点失之交臂。哈哈，之前你在闭关，我就没打扰。当年我那群弟子，多亏你接应召回了。应该的，应该的，能为你效劳，那是我的荣幸。嘿嘿，敖阳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敖阳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堂堂准地后期，八爪金龙，何须向他行礼？能追随他，是我此生的荣耀。三大龙骨有了他的带领，崛起之日就在眼前。敖阳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是要当金龙谷的叛徒吗？玄冥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大家都是龙族，都是一家的呀。敖阳愿意服他，这叫有先见之明，有什么不可以的？就凭他这区准地初期，我倒要看你们接下来怎么出丑。我们走。就在刚刚，玉林大帝斥51巨资购买一颗珍珠，如此珍珠也只有2位大帝够资格佩戴了。那是当然的，此乃珍珠中的帝皇。此珠已绝版，已经不是价值能衡量的了。本帝为了拿下，可是付出了不小代价的。那玄龟大帝怎么还没来？墨灵、玉灵，你们两个可算是在了。玄龟啊不，俊帅大帝，你总算来了。龟兄，我的珍珠呢？还不快拿出来！你的珍珠，你们麒麟族还真是霸道啊！
怎么着？抢光了我金海的珍珠，现在还要继续搜刮不成？真当我金海妖族是你们的狗了？玄龟大帝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抢？我可是给了钱的。玄龟大帝，你欠我的神尊级珍珠，要是不想给就明说，别编出一些有的没的。我欠你的珍珠？什么狗屁神尊级珍珠？分明是你们跑去我金海大肆抢掠，还残忍杀害了谢帝。我以前真是瞎了眼，还那么支持你们。玄龟妖帝，你休得含血喷人！我们什么时候杀过谢帝了？哼，你们没有，你们麒麟族专业啊，连他吐珍珠的鱼都给卸掉了。祸从口出，你最好管住自己的嘴。信不信我荡平你的金海？好啊，你们早就想这么做了吧？大家都看看，这麒麟族是多么的蛮横霸道。好你个老龟大眼，找死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龟老弟，你且消消气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看着金海妖族被欺负，大家会为你主持公道。老青龙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今日才知谁是自己人。你这样想就对了吗？青龙，你敢护着他？很好，看来你们龙族也是想被制裁了。玉灵、墨灵，你们两个搞什么？怎么把我们龙骨三皇族都分到了一起？这是要我们大内斗吗？可恶！玄冥，分组是没有问题的，难不成非要对你们龙族有利才算是公正吗？就是，玄海不是你青龙谷大太子吗？难道你对他没信心？竟然是他！云雀族的却没准地，他这真是捡了个大便宜。哇，中奖了，中奖了！我们云雀族的大帝击败苍龙族的大帝，想象都刺激。没想到我们第一场胜利是在这苍龙族这个远古皇族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位新任苍龙大帝只是准地出击，输了很正常，但他那身份摆着，云雀族真要赢了他，还真能一战扬名。玉灵、墨灵，你们两个太恶心了吧！青龙大帝，云雀族有多弱，大家有目共睹的。要换成其他族群，巴不得遇到这么弱的对手。就是呀，我巴不得遇到云雀族。青龙大帝，你可不要得了便宜还卖乖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？难道你这苍龙大帝连他都打不过？谢谢大家的捧场助威啊，我会再接再厉的。大家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云雀族的历史由我来开创，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云雀族。特么的，你咋比我还骚包？你就那么急着被暴揍吗？原本还想给你点喘息时间的。你还真是够狠的，我喜欢。大帝威武！谁还敢说我族大帝弱小的？还想踩着我们苍龙族上位，也不看看配不配？我族大帝久闻血脉始源龙骨，越级挑战就是吃饭喝水般简单，好吗？这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雀迷大帝就算再弱，也是准地中期啊！哼，废物！这雀迷也太废了！哼，活该他们云雀族万年垫底。干得漂亮，打小我就看你行。某些妖真是自作聪明，杀掉一个，赢了个最弱的，装迷码。大帝，大帝，你醒醒！大帝，你不要丢下我们！我们以后可怎么办？都让让，让开！你还来干什么？我们大帝都被你打成这样了，你还不满意吗？如果我能救他呢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打的，除了我还有谁能救？如果你能救回我们大帝，今后你就是我们雀族最大的恩人。今后谁再骂你，我们帮你骂回来。这样吧，接下来我战斗时，你们能帮我助威就行了。我们答应了。没错，苍龙大帝威武。去你娘的！
这苍城是想收买妖心吗？就是有点不自量力了。一如从前，他装模作样的打出一堆五光十色的特效，搞得好像非常卖力一样。我死了！大帝，你醒了，太好了！多亏了苍龙大帝，他真是个举世无双的好妖。哎，苍城老兄，我真是无地自容了。没得说，今后整个雀族就是苍龙族最铁杆的王妖，就算你们被逐出妖界，我们也一定不离不弃。苍龙大帝威武，地不知主，舍他其肥。想不到你还挺会收买妖心的，虽然这雀族没什么战斗力，但也是个好的开始啊。力不知主，